我放弃了996的高薪工作，回到老家钓鱼。呦，还在内卷呢，我就不一样，卷不过你们，回家当钓鱼佬。肖云哥，铁来了没有？拉着这老六去钓鱼，这回有挡箭牌了，爸妈不会说我了。肖云哥，你行不行？要不你回去眯会儿，我一个人去钓鱼好了。都说大学生回来3天狗不理，我怎么才回来1天就要被钓鱼佬嫌弃了？小伙，你行不行啊？说好的宝藏窝点呢？都来了2小时了，航皮都没钓到。你这才激动什么？大鱼是要靠时间和耐心的，多少人钓1天都不一定能钓到呢。不行，你帮我看下，我下面搞事情，憋不住，要决堤了。来到隐蔽的树下，我操，谁在拦我？我了个迪姐，这是哪里？看着那间茅屋，陈霄云壮着胆子走过去，他伸手朝古树摸去，当手触摸到古树后，那本古树瞬间化成了无数金色光。小友，多亏了你这膀胱比脸大的须须，我才得以解脱。你拿的这本书叫《呼吸法》，世上古炼气是修炼的功法。欢迎你来到山海珠空间，这一亩空间以后就由你来打理。此时我两脸懵逼，我老家多的就是地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送一块破地给谁种呢？好可啊！耶，那里有泉水。喝了一口灵泉，陈霄云只觉得神清气爽，浑身舒坦无比，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。肖云哥，好了没有？拉棉脚疼都不要这么久。这是干嘛？直播钓鱼？肖云哥，这就是我的主业，直播赶海钓鱼的。那你有多少粉丝呢？不多，几百个。几百个？那具体是几百？300多个的，那真是够少的。300多个粉丝还想吃这碗饭，怕是连狗都不如呀！空军1号又开播了。陈小虎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今天一定要摆脱空军1号的名称。等了半天，浮漂动了，陈霄云快速扬竿终于1条小19公，真是还不够卡牙缝，搞那么大动作，还以为是大雾。陈霄云摇着头将鱼给扔了，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，陈小虎的浮漂就没有动过。大家好，在下常州漂不动。大家好，在下岐山干长断。陈小虎就感觉一阵蛋疼，这也太打脸了。不行啊，这样来钓鱼岂能空手回去的？想着想着，陈霄云就想到了空间灵泉。他在某本小说中看到过，灵泉可是万能的，养鱼、种菜各种开挂，然后走上人生巅峰。也不知道他的灵泉是不是也有这般逆天的效果，可以开挂作弊。家人们，帮忙点个小心心，爱你们哦！鱼都钓不到，还好意思要小星星，我都不好意思送。一条弹幕飘过，狠狠地刺痛着陈小虎的心。要不主播别去了，去岸边钓小19公吧，那种鱼应该好钓一点。鱼也钓不到，又不是美女主播，谁没事那么无聊一直蹲在他直播间？悄悄地放出一滴灵泉水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旗杆换了，刚抛下不久，便看到漂浮在海上的鱼漂突然一沉，像是被什么猛然拽了一下。终于了！什么？终于了！果然，鱼竿弯成了大弯钩。陈小虎立马将镜头对准陈霄云那边。竟然真的终于了！直播间的3个水友也满是惊讶，本以为空军1号今天又要打亏了呢。很有拉力，感觉还不错。我放弃了996的高薪工作，回到老家钓鱼。呦，还在内卷呢，我就不一样，卷不过你们，回家当钓鱼佬。陈霄云快速控鱼，1分钟后，一条3斤多的大黑鲷出水。陈小虎兴奋地大喊：“家人们，上鱼了！这条黑鲷绝对有5斤多！”哟吼，信了你的邪，要是有5斤，我把它吃了。楼上的，你打的算盘，我在大东北都听到了。满嘴跑火车，以为多年钓鱼的经验，这条鱼最多3斤多。不错，今天终于不空军了，嘿嘿，直播间进人了。陈霄云直翻白眼，5斤多，现在搞直播的人都这么喜欢浮夸吗？陈小虎一脸尴尬，哥，这条鱼估计能卖到70-80一斤了。陈霄云没有理会，继续抛竿，等了小5分钟，浮漂有了动作。浮漂下沉的一瞬间，陈霄云立马扬竿刺鱼。终于的瞬间，大鱼猛烈的窜跑冲刺。陈小虎对着镜头说道：“家人们，又中大鱼了！各位大鱼，又中家人们了！我了个地姐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才几分钟又中鱼了。主播，地址在哪？就是钓鱼不发地址，上厕所没有纸。”而陈霄云则是快速的收线，大力出奇迹，任那大鱼挣扎发力也没有用。不过3-4分钟，那条鱼就被拖出来水面。陈小虎赶忙将镜头对准大石斑，我了个地姐，大石斑，这是青石斑啊，5-6斤的野生大青斑，很不错，市场上能卖到150一斤。我了个地姐，那岂不是一条鱼就700-800？这比斑还上来有什么意思？钓鱼去得了。他打螺丝一天累死累活的，才不到200来块。
楼上的，清醒，别做梦了，这是别人运气好能钓到这么大的，你去的话，可能1个月都钓不到一条。而陈小虎也高兴得像个哈士奇。直播间今天热闹啊，接连上了2条鱼，果然这灵泉水效果杠杠的好。二话不多说，继续抛竿。而陈小虎也没兴趣钓鱼了，给陈霄云当起来摄影师。家人们，赶快上车，主播带你们上巨物。看着不断中鱼，直播间的人气也不断上升，突破了近100人。叫什么主播？这是摄影师，主播是钓鱼那位大哥。就是，这摄影师不称职啊，这么久才找到主播。摄影师，我是你老粉丝了，这条青石板可不可以打包发快递送给我？摄影师，他今天敢要，明天就敢抢，快报警！怎么就降级成为摄影师了呢？有一说一，这主播有点小英俊啊。楼上的小姐姐，加个微。而陈霄云则是兴趣高涨，继续挂着头竿，根本没有去理会陈小虎开直播。有灵泉在，钓起鱼来就是爽，直接不断连杆中鱼。主播开挂了吧？摄影师，你们有条华子掉我车上了，发个地址，我给你们送过来。摄影师别信他，窝点暴露了，明天岸边都给你挤满人。陈小虎很高兴，他直播间300多人在线观看，都快超过他的粉丝数了。陈霄云没有管导播直播的陈小虎，他则是专心致志地盯着浮漂。不一会儿，鱼饵又满了，陈霄云抓起了一条小一点的19公，又将19公给挂在鱼钩上，抛了出去。主播这是想要钓巨物啊，竟然挂上鱼，这样能钓到巨物，我直播吃奥利给。楼上的，别在直播间骗吃骗喝。这直播间我太爱了，里面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好听。哥，没海蟑螂，喊我去抓不就行了，干嘛浪费一条鱼？陈小虎不解，我就是想试试，看这片区域有没有巨物。可是挂一条19公，能钓到巨物吗？就是，摄影师说的对。陈霄云没有理会，他只是想试一下灵泉水的逆天效果。那条19公不断拖着线朝深水区游去，10多分钟后，浮漂突然不见了，鱼线瞬间绷直。我放弃内卷回村钓鱼，却意外获得神秘泉水。什么东西好香，走去看看。哇，好大啊！这什么情况？这真的上巨物了！陈霄云狂拔，快速控鱼，不能让其继续冲了。主播挺住，别给鱼掉到海里去了。看样子，估计这条鱼很大，要是跑了，怕是大腿都要拍紫，晚上都睡不着。陈霄云使出吃奶的力气，疯狂的收线，想将鱼给往回切，不让其往深水区窜。慌！下一刻，100米外的海面上猛然窜起一条巨物，那是一条巨大的海螺。陈霄云死死地绷紧鱼竿，防止那条巨物逃跑。我了个迪姐，这么大条鱼！这么大的海鲈鱼，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这主播的运气，我真的服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说一句：脱钩，脱钩！我也是，我想提个货。海里的巨物又一个飞跃水域，将近半个多小时，那条巨物才力竭被陈霄云拖上岸。家人们，这么大的海鲈鱼，你们有没有见过？我就问你们，有没有见过啊？头对准巨物，语气满是嚣张。该死啊！这么大的鱼，怎么就给他们钓上来了呢？难受死我了！就是啊，看着他们上鱼，比看小猪佩奇都难受。摄影师，你3个嫂子都在家里，快把地址发过来。以后看你们还叫我空军1号，我就想问一句，还有谁？切，摄影师，你狂啥？这鱼是你钓上来的吗？这么嚣张？就是，那是主播钓上来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不要脸！就是不要脸！霄云哥，快来给我拍几张照片，给我做留念。真是个显眼包。陈小虎抱着鱼，卡卡拍了几张照片，鱼合影。走，霄云哥，去鼓浪小镇有高档大酒店，去那里卖要贵一点。陈小虎骑着电3轮，陈霄云骑着自己的电动车朝鼓浪小镇而去。2位，你们好，我是这酒店的经理，姓刘。先说好，我们这里只收贵的海鲜，别的不谈。我们先看看你们的鱼货。可以。陈霄云点点头。刘经理也一眼就看到了这条大鲈鱼，虽然大，但是不算珍贵，可还是活的，那就难能可贵了。买下来放水族箱中，都能吸引不少顾客。哟，收获不错啊！2位兄弟，这条大海鲈这么大，还是活的，很难的，我就给你们81斤，东星斑估计有5斤多了，给你们800一斤。大海鲈52斤，4160，东星斑5斤3两，4240，老虎斑12斤，1800，青石斑一共14斤，2100。这条黑鲷3斤4两270，一共是12570。陈小虎听后都傻住了，12000多，这就钓一早上呢，竟然卖了12000多，就这收入还去打什么工？陈霄云也是愣了一下，
这收获一天都赶得上白领1个月的工资了。不用算了，我相信你刘经理。好，老弟爽快，我这就转钱给你。两位兄弟，以后还有这种靓货，直接给我打电话。刘经理拿出名片递给陈霄云。霄云哥，我们发达了，要是以后每天都有这收获，那不得直接起飞？想什么呢？今天是运气好，那能天天有这收获？想屁吃呢你！霄云哥，你怎么转这么多钱给我？鱼都是你钓到的，不用给我转那么多钱。霄云，你怎么转这么多钱给小虎？你的功劳大一点，下次别转那么多给他。二爷呀，他是我兄弟，跟着我会亏待他吗？该是多少就是多少。你有心了。对了，二爷呀，我房子右后边那片荔枝林是谁家的啊？看样子没人怎么管理，杂草丛生，树上的荔枝也结得稀疏。这片荔枝树是你陈明华叔叔家的，那也是他家的。种荔枝不怎么赚钱，前几年他在外面做生意赚钱了，就没有管了。陈霄云点点头，这样吧，也许他可以将这片小荔枝园租下来，毕竟他有山海珠，有灵泉，不怕养死养亏。霄云哥，趁鱼情好，我们明天去另外一个宝藏窝点。嘿，小兄弟，你这刚学钓鱼不久吧？那边那片礁石多，虽然藏鱼，但是容易挂底。要在那边钓，你得打路呀。我意外获得神秘泉水，分分钟就让我钓上去了。别说钓鱼了，等会杆子都没了。小云哥，我特意买了2斤虾，很鲜活的嘞。你看那在钓鱼老终于了。陈小云悄悄放一滴灵泉水，抛竿等了1、2分钟，浮漂就来了动作。阳竿终于又是一个大完工，感觉有点重了。这刚下竿就中鱼了，太假了吧？海钓有这么好钓？楼上的新来的吧？那是主播，是海神的亲儿子，这个是摄影师。陈小云一把就拉起来。我了个地姐！哇，主播钓上来一条海蛇嘛，快逗了！海蛇剧毒。说嗨，不懂别说话，那是海鳗，海鳗很凶猛，牙齿锋利。哦吼，终于！我去，这摄影师也中鱼了，是我起猛了吗？就是万年空军1号，下竿就中鱼，不科学，实锤了。这2个比开挂，我要举报。哇，这海里资源就是丰富。家人们，我上鱼了，我估计至少都有7、8斤，只是一条3、4斤的红友鱼。这个流氓，我靠！一竿抛下去，这一次打远一点，海鳗鱼估计集聚在那里，不能钓太多，得留一些。看到这边狂上鱼，凑过来的几个钓鱼佬，兄弟，你们这运气可以啊！我刚来的时候还在这里打了几竿路亚，结果就上了几条1斤都不到的小鱼。还好我这人运气一直都不错。李微博点点头，运气这种东西说不清道不明，有时候明明上一个人在同一位置钓鱼钓不到，下一个人一来就上大鱼了。陈老弟，来鱼了！又是一个大完工，被刺中的鱼不断往外猛冲要线。这条鱼只是冲击力猛烈，并不是很大，快速的就被陈霄云给拖上岸。呀，兄弟，芝麻斑不错啊，你这运气真的是没谁了。芝麻斑这种鱼很是稀少，1000个钓鱼佬都不一定有1个人能钓得起来，而去市场上这种品质的芝麻斑也很少能见到。兄弟，这条鱼卖不卖？2000块钱，卖给我怎么样？陈霄云看了看李微博一眼，估计是家里有点钱的主，难怪一口价就喊到2000，眼睛都不带眨一下。可以，你要的话卖给你。陈霄云点点头。反正都差不多，拿到市场上去，或者卖给海鲜酒店，可能还卖不到这个价。老哥拿好，交鱼给李微博。陈老弟也在滨海钓鱼群里吗？在的。陈霄云点点头。那感情好，以后要是出海钓鱼，一起啊。可以看得出来，李微博很健谈，根本不在意陈霄云有点冷淡的态度。他家是开造船厂的，规模还有点大，算是市里不错的大企业。造船厂有他老爸和老哥管着，他又不喜欢管理，反正家里有钱，就游山玩水，出海钓鱼，日子过得很惬意。可以，有机会的话。陈霄云点点头。陈老弟，给我1点2，我也来甩几竿。虾在那小桶里，你自己拿。李微博挂上虾，找了一个方向打了出去。才过了5分钟，浮漂便突然一沉，直接黑漂了。终于了，我也终于了。李微博飞快的收线，那声音很丝滑，不愧是好竿好线。溜了10来分钟鱼，李微博才舍得将鱼拖上岸。这种感觉只有出远海深钓的时候，他才感受过。陈老弟，谢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改天出海钓鱼叫你。李老哥客气，到时候喊我就行。小云，你陈明华叔叔听说你想租他家的荔枝林和鱼塘，特意从城里赶回来了。好的，二爷呀，我现在过来。我意外获得神秘灵泉水，分分钟就让我拉爆货。霄云哥，今天的鱼虽然没昨天的珍贵，但是比昨天多，估计这鱼货又是卖1个月工资的节奏啊！要是每天多，醒醒，昨晚又去看小猪佩奇了吗？这会儿还做梦呢。霄云哥，你看。
切，别说钓鱼了，等会杆子都没了。我说兄弟，我们回去了，你慢点钓。肖云哥，今天连杆暴富，这感觉爽到飞起。今天就去镇上的海鲜酒店出，陈明华叔叔来了，我们得赶紧回去。老板，这鱼你收不收？看了陈霄云两人的渔获，酒店老板点头收下了两人的渔获。兄弟，给你们算好了，黑鲷鱼一共算21斤，71斤，一共是1470元。海鲈鱼一共是18斤，41斤，一共是720元。石斑鱼大小不一，我统一给你120斤吧，一共是32斤，121斤的话，一共是3840元。红友鱼一共24斤，给你45一斤，一共是1080元。红鳗鱼品质不错，给61斤，29斤，一共是1740元，总共是8850元。老板算清账后，就将钱转给了陈霄云。老板，以后有鱼随时送来啊。老板还笑眯眯地对陈霄云说：好的。这家伙太抠了吧，要不是跟你阻止我，我都不想卖给他了。算了，以后不来他家卖就行了。今天加上那条芝麻斑，一共收入10850。小虎，给你转了5000，你收一下。肖云，这是你明华叔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怎么会记不得？明华叔，明华叔。肖云，都长变样了，要是走在大街上，你叔叔我都不敢认你了。小虎，你也不去帮帮你爸妈，一遇见他们就对我数落你。明华叔，我这不是想自己趁着年轻，自己捣鼓闯一闯吗？你明华叔听你回来了，要租荔枝园与鱼塘，立马从市里开车回来。明华，你可是他叔叔，照顾着他一点。二叔，我们可是一个老祖，还没出五福，我怎么会坑自家侄子？他爸和陈霄云的爷爷、二爷爷那可是堂兄弟，他爷爷和陈霄云的老祖那可是亲兄弟，他敢坑陈霄云，在村里他不得被戳脊梁骨，不得被人在背后指着吗？明华叔，按正常价格来就行，也不能让你吃亏不是？你小子，你还怕你叔我吃亏不成？这片荔枝园、鱼塘都是以前在家打鱼的时候随便投资弄的，这些年不在家，都放荒了，放在这里也照样是亏损。村子里也没有人接手，你能接手租过去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陈霄云点点头，确实如此，放在这里荒着，一直都属于亏损，他接手过来还能回一点本。荔枝园是我家的地，不用给别人租金，但是鱼塘还有你家后面这一片10几20亩的荒田，都是我租过来，以前打算养鱼、养鸭、养黄鳝的，当年租了30年，如今还有23年，每年都得给租金，现在没少让你婶婶数落。明华叔，你打算要多少转租费用？给个3万就算了，以后每年的租金就得你自己交了。鱼塘和20多亩荒田，租金是5000，当时租的比较便宜。我家这片荔枝园，每年你给个2000块钱租金就好了。10多亩的荔枝园，2000块钱一年，1亩200块钱，算是很便宜了。陈霄云点点头，那就谢谢明华的照顾了。陈霄云转钱过去后，从这一刻起，后面这片荔枝园、鱼塘、荒田都是他的了。二爷呀，明华叔在市里做什么？这么忙着赶回去？你明华叔在市里开了一家加工厂，效益还不错，赚了些钱，在市里买了房，连你建东爷爷都接到市里去了。难怪这点钱就舍得出手。你要养鸡鸭鹅，还得做一道围栏，盖几间鸡鸭舍。不过这些请村里人都能做，就是要买一些材料。二爷呀，还要麻烦你明天去村里请人了，我开工前不会让村里人白干。明天就开工嘛，请。肖云哥，你养鸡鸭鹅干嘛？现在养这些不怎么赚米，还要费时管理，还没有我们钓鱼来米快。养来自己吃啊，不行吗？陈小虎很是不解。小虎，明天去搞2台抽水机，把塘的淤泥清一下。好啊，那塘里面肯定有不少野。我意外获得神力，没想到青鱼塘能翻出去了。我的个乖乖，罗非鱼，这么多罗非鱼！没想到这野塘里面居然这么多罗非鱼。老板，是你要卖鱼对吧？对，老板，清塘重新挖一下鱼塘。不一会儿就将鱼抓完，连有20多条，有个30多斤，罗非鱼900多斤。老板，罗非鱼5块1斤，连用6块1斤，一共是6150元。收鱼贩子将钱转给了陈霄云。陈小虎拿着个大桶，举着手机，一边直播一边捞田螺。家人们捡都开始了，看看还有什么好货。卷点河虾，田螺差不多，还想卷宝贝，我看是白日做梦。对呀，这野池塘里面能有啥？哎呀，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。怎么了？它在动，好像踩到甲鱼了。注意一点，别被咬到。野生甲鱼很是凶猛，咬到人很难松口。
陈小虎手在泥水里摸索了一下，便抓上来一个大甲鱼。肖云哥，大甲鱼。陈霄云看过去，好大一只甲鱼，看样子怕是有个3斤左右。哇，这么大的甲鱼，炖鸡子、羊腰、牛腔大补啊！小心一点，摄影师，这么长的脖子，别被咬到。这么大的野生甲鱼，能卖好几百块钱了。里面应该还有，肯定不止这一只甲鱼。不一会，陈霄云自己便踩到了一个像甲鱼的东西。我好像也踩到甲鱼了。陈霄云伸手进淤泥里，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会，拿出来一看，陈霄云满脸的惊讶。我的乖乖，这哪里是甲鱼，是蚌！主播，你这蚌比海里的还大，应该是海蚌。蚌，尊度驾度，我要开蚌。楼上的你想啥呢？此蚌非彼蚌，开蚌请去红浪漫。主播，这么大的蚌应该长了很多年了，说不定里面有珠子。陈霄云将蚌放到边上，继续摸起来。2个小时后，陈小虎就捡了好几桶田螺，而陈霄云也逮了2、3桶河虾，还有10几只甲鱼。这么大的甲鱼，没想到主播不只是钓鱼运气好，捡漏也杠杠的。卖给我1万块，卖的话当我没说。肖云哥，这么多田螺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这些虾我拿去村里一家送一点吧，养也养不活，吃不完那么多。行，我和你一起去送。忙完已经是晚上了。肖云哥，我们去开蚌吧，那么大的蚌肯定有好东西。陈霄云这才想起，对哦，开吧，开完就不用老想着开蚌了。说着，陈小虎便打开直播。家人们，点点小爱心，主播带你们开大蚌了。我了个地姐，这么大的蚌，主播是要发财了。楼上的开个蚌就能发财，那我早就资产上亿了。这东西确实10个有9个都是刺的。就在这时，陈霄云猛地一下打开了蚌，只见蚌被分成2块，里面赫然躺着一颗暗黄的珍珠，安静的躺在那里。好香啊，哪里传来的？天啊，好货真的出来了！珠子的直径至少是15毫米，暗黄色是一体的，没有任何颜色。是的，最知名的是香味，可以提神醒脑。单凭这一点，这颗珍珠的价格至少是20万。为什么开蚌的人不是我？之后，陈霄云把刀插进肉里，已经开出来了。这主播还在干什么？主播，你是第一次开蚌吧？像这种蚌里面就只有1颗。随着我轻轻一划，下一秒一颗一模一样的珠子出现在大家面前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天啦！主播居然开出2颗珠子，更重要的是，这2颗蚌珠几乎完全一样。我的你个乖乖，这2颗蚌珠至少值50万。然而，陈霄云又把刀插，我承包鱼塘无意间，没想到这一什么？他还要开？难不成里面还有珍珠？正常一个海蚌只能开出1颗珍珠，他开出2颗已经是走了狗屎运，难不成还以为能开出第3颗？而下一秒，第3颗珠子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我的天啊，竟然还真的有，这也太不真实了吧！陈霄云继续将刀插入蚌口中，此时直播间对我的动作早已麻木，直到第10颗珍珠出现的时候，直播间早已鸦雀无声，因为眼前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范畴。怎么会这样？这珍珠是我的。楼上的你白做梦呢。早知道就不告诉主播里面有珠子了，他是一个乖乖。主播这运气直接原地起飞，白送一套别墅。肖云哥，这什么情况？这珍珠看上去比棒肉还香。我的个乖乖，你该不会被这香味带走了吧？醒醒，这珍珠应该很值钱吧？陈兄弟，运气不错，遇到宝物了。你谁啊？敲诈搞到我头上了。李维博，不会就不记得了吧？李兄弟，你咋知道？我傻了。陈兄弟，明天我们几个朋友又一起出海钓鱼，你们要不要去？正好这些珠子可以通过李维博出手，可以。明天在哪里上船？什么时候？秦湾村码头，7点出发。好的，明天准时到。第2天一早，JY70名2类钓鱼艇，长21米，宽5.4米，航速可达25节，油箱7000升，可到200里的海外去钓鱼。这可是豪华大钓艇啊，至少都得300-400万啊！这2位就是我说的朋友，钓鱼技术、运气都不错。你们好，我叫陈霄云，这是我弟陈小虎，大家多多关照。这艘船是李哥你的吗？买来玩的，闲得无聊的时候出海钓鱼。上次就猜李维博家里有钱，果然没猜错。他哪里知道，这艘船就是李维博家船厂自己造的。陈小虎则是早就开启了直播，他很早就想出海直播钓鱼了。不一会儿，来到近200里的海湾，钓鱼艇才停下来。我们就在这片海域钓鱼了，要是今天能钓到1条金枪鱼，就满足了。金枪鱼肯定能钓到。明天我爸过生日，我就想钓条金枪鱼回去给他祝寿。不多说了，开钓。李维博看了一眼我的鱼竿，陈兄弟，我这拿2根鱼竿去钓。
我这装备多。家人们，今天海钓正式开始了，主播带你们上巨舞。陈霄云将黄耳虾提到脚边，悄悄放2滴灵泉水，便开始做钓。陈兄弟，这是你们带的饵吗？李哥要是想用的话，直接拿就好了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他可是知道陈霄云的虾儿有多好用。终于，没一会，陈霄云那里就中了第一条开竿鱼。这么快就终于了？听到喊中鱼，在另一边的间隙，鱼主消纷纷跑过来。家人们，看我哥终于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效率。不断飞翔，等3条颜色通红的鱼便浮出了水面。红斑鱼，它是有5斤多，天香极品啊！今天中午的菜有着落了，中午就吃它了。可以，中午有口福了。我这边也上鱼了。我操，你们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楚哥，你这说的是什么狼虎之子？我们可不快。口误，上鱼快，上鱼快。看看是什么鱼。不一会儿，鱼就被拉出了水面，并不是很大，一条4斤多的东星斑。我去，你们哥俩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一个上红斑鱼，一个上东星斑，都是珍贵鱼种。今天中午加一道菜，东星斑刺身。666，都是有钱人。东星斑、红斑鱼，说吃就吃。不说了，我也要去钓鱼了。没过几分钟，上大鱼了，估计有点大。拥有灵泉水的我，第一次出海居然上去。前面这小虾米好香啊！我的个乖乖！李维博没有上便假人，而是自己与鱼搏斗。水里的大鱼刺疼，便开始疯狂冲刺，足足搏斗了20几分钟，才将鱼拖出水面。龙短估计得有5、60斤了。龙短也叫龙胆石斑鱼，这种石斑鱼个头能长到300-400斤重。我的个乖乖，大黄鱼！众人瞬间觉得大鱼不香了，几人纷纷围了过来，激动地看着水面上那条大黄鱼。李维博便将大鱼放回了海里。5、60斤的龙胆石斑鱼并不算很大，若是上百斤的，那就不会放过你了。这么大的大黄鱼，怕是超过10斤了。直播间内也是一片沸腾，那可是大黄鱼啊！家人们，你们见过大黄鱼吗？见过这么大的大黄鱼吗？哈哈哈，我们钓到了！这么大的大黄鱼，不得1万多块钱一斤啊！一条鱼就是1辆车，1套房子的首付，我承认羡慕了，羡慕了。陈兄弟，你这运气真是让人羡慕啊！并不是说这条鱼值多少钱，而是多少人出海都难以钓到大黄鱼，更别提这么大的。就是我们出海钓鱼那么多次，都没有遇到过大黄鱼。嘿嘿，运气好，今天运气好像很不错。陈兄弟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这条大黄鱼可不可以卖给我？当然，我出高价。可以，李老哥要就卖给你。谢谢陈兄弟，这条鱼我给你25万，不会让你吃亏。有些高了，这鱼最多值20来万。没事，陈兄弟，在我看来，这条鱼值这个价钱。别拒绝了，陈兄弟，要不是李老哥父亲明天过生日，我也得开价竞争一下。行，那好吧。见状，陈霄云也不再与李维博争执，这几人怕都是富二代，并不会在意这点钱。陈霄云悄无声息地给这条大黄鱼喂了1滴灵泉，保证明天鲜活。这就对了嘛。李维博一笑，当即向陈霄云转了25万过去。今天就算钓不到金枪鱼，有这条大黄鱼助手也够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，这个李老哥是个富二代，20多万就是零花钱。20多万不过是别人去酒吧开几瓶酒的价格。哎，这种富二代的生活，羡慕不来。看他们开的钓鱼艇就知道了，毕竟是大几百万的东西。众人用了陈霄云的饵，都有很不错的收获。怎么回事？下面都是海狼鱼群吗？这海狼鱼虽然劲大，钓起来很爽，但是鱼肉不好吃，钓上来也没啥用。我这边也是，接连上了8条海鲈鱼，而且个头还不大，都是1、2斤呢。我也是醉了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又换了鱼种，几人陆续开始上鲅鱼，真就离了个大谱。哪怕是给我上石斑鱼，都比这个好啊！诸位，雷达好像探测到了金枪鱼群，在追猎鲅鱼。什么？有金枪鱼？我的个乖乖！开，换鱼竿，干金枪鱼。而陈霄云却是不缓不慢地拿上刚才钓上来的那条鲅鱼，1斤左右大小，挂在大鱼钩上，悄悄地喂了1滴灵泉水。习惯了开挂，就像玩游戏不开挂就没有了爽感一样。将鲅鱼扔入海里，鲅鱼拖着鱼钩便转往海底。拥有神秘灵泉水的我，第一次出海钓鱼就是巨物。在海底，一群黄鳍金枪鱼组成队，在围猎鲅鱼。那一条条硕大的身影快速地在水中穿梭，游速迅猛无比。金枪鱼游速迅猛，不断地捕猎鲅鱼群。冲在前面的巨无霸仿佛嗅到了什么，终于轮到我吃一口了。猛然冲过来，快速无比，然后一口将那条美味的鲅鱼吞入口中。这一瞬间，就将陈霄云的鱼竿给划弯了。陈霄云快速扬竿刺鱼，下一刻，鱼人吱吱作响，瞬间放出去了近100米线。在终于的那一刻，刺痛感惊吓到了水中的金枪鱼，亡命逃窜的金枪鱼速度快猛无比，
不过几秒钟的时候就冲出去上百米。终于了！陈霄云死死的攻着鱼竿，感觉仿佛鱼竿那头是一头发狂的牛，力大无穷，他都被转了一个了。什么？终于了？是金枪鱼吗？不知道，估计应该是，这鱼冲劲太猛了。撑住，可别让它跑了。看这架势，估计得上100斤了。太给力了，我感觉就像在和一样车拔河，哈哈。陈兄弟这运气真的没谁了。坚持住，陈老弟，我还等着拍照炫耀呢。家人们，现场直播搏斗100斤巨物金枪鱼，机会难得，可不要眨眼。看你们直播钓鱼真的太舒服了，不断上鱼，爽感满满。现场直播钓大金枪鱼，还是第一次见呢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我请假上厕所，躲厕所里看，老板好像就在我隔壁。这个班我是一天都不想上了，但是这点窝囊废断了我的梦想。看得我班都不想上了，现在就想去甩2竿。这鱼竿都差不多拉成满月了，真怕鱼竿突然断了跑鱼。别人几大百万的钓鱼艇都买得起，买的鱼竿质量会差吗？还是主播牛逼，主播这运气真是没谁了。看他钓鱼像进货一样。陈霄云死死地把着鱼竿，收紧鱼轮，不再让其出现。这都出去近200米远了，好在鱼轮装的是500米的线。与海中大鱼力搏了近20分钟，陈霄云才感觉冲力热了很多，然后一边搏斗一边收线，慢慢的将线收回来。陈霄云收一点线，水里的金枪鱼那边就猛要一会线，疯狂猛冲鱼肚。大概10多分钟后，陈霄云感觉手酸腰疼。换你们来，我休息一会，太累了。换我先来。李维博早就迫不及待了。李维博上来接着，刚接过鱼竿，海中大突然发力，力大无谋，他被打了个猝不及防，被拉得向前走了几步。我滴个乖乖，太给力了吧！这鱼是有多大？收线都很收不动，难怪陈老弟要休息。爽啊！钓大鱼就是给力，哈哈。搏斗了10多分钟后，李维博便乏力了。富二代身色全嘛，身体多多少少有点虚，这才10多分钟就扛不住了。来，换你们来，我手酸没力气了。看这架势，这鱼估计得有200斤往上了。来，换我来，早就想过一把手艺了，看我来征服他。我操，这怕不是钓到什么死物了吧？拖着都没什么反应。不行，你就换我来，看你咋虚成这样。滚犊子，你才不行呢，一条鱼而已，看你新哥怎么征服他。男人怎么能被别人说不行呢？潜心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回拔，却没能奈何得了水中巨物，反而被拖着往前走了2步。这他妈真不是深海怪物！陈老弟，你是咋与他搏斗半个小时的？还好有护栏，要不然都要被鱼拖下水去了。坚持了10来分钟，潜心就受不了了。不行了，来换我，这鱼到底有多大？我感觉要是刚才我钓到它，第一时间怕是要被它拉下水吧。水中的巨无霸金枪鱼，光是不游动，让它收线都有几分吃力。不行就换我来。楚萧体格要壮硕一点，再加上前面消耗了金枪鱼太多的力量，他收回来几分米数，但也只坚持了10几分钟就败下阵来了。这几位富哥子有点虚啊，才坚持了10来分钟就不行了。要是能遛这么大的鱼，必须将鱼竿焊死在身上，不遛上来死不罢休。换我来的吧，非得将鱼给钓上来不罢休。他一上来就收回了不少鱼线，断断续续溜了10几分钟后，巨无霸金枪鱼才浮出了水面。哇，这么大！这是深海怪兽吗？黄鳍金枪鱼，要是蓝鳍金枪鱼，那就赚大发了。这鱼怕是有2米多长了，这么大的鱼，感觉就像核潜艇一样。2米多长的金枪鱼，圆滚滚的，像是鱼雷一样，雪白的肚皮。拿鱼叉来，快将它弄上来。第一次出海，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，真的是太爽了。我量一下，竟然有2米7长，赶快称一下，看看有多重。拥有神秘灵泉水的我，第一次海钓就剩这金枪鱼2米7长，重量估计得200大几了。我船上没有能称这么大鱼的秤。陈兄弟，这条金枪鱼也卖给我吧，不管品质如何，我都给你200块钱1斤，怎么样？李老哥要的话卖给你就是200块钱，是不是给高了点？这黄鳍金枪鱼市场价也就100来块1斤，这条金枪鱼估计得有200多到300斤了，200块钱1斤也不贵。那行吧。回去称重后，然后再将钱转给你。陈老弟，虽然今天出海，金枪鱼与大黄鱼都不是我钓到的，感谢陈兄弟给我长脸。我也是运气好，李哥，你帮我看看这珠子。说完，陈啸云掏出那10颗珠子，我滴个乖乖，好香啊！这珠子怎么会有这般香味？真是100年难得一遇的珠子，恐怕市面很难找出这品相的东西了。陈兄弟，我现在要是有固定女朋友，我就买下了，可惜了。李维博思考片刻说道：“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。”说完便打电话联系了起来。陈兄弟，联系好了，你直接过去就行。不一会就来到品鉴专家这里，正好遇到在市里开服装店的老乡陈木基。
陈霄云，没想到是你，你来这里干嘛？王老可是咱们省最有名的专家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我有件东西想请专家看看。哈哈哈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家就算被你翻个底朝天，也不可能有好东西。你们家那茅草房快倒了吧？陈霄云没有理会。王老，我有几颗珍珠，您给长长眼。陈霄云掏出那10颗珠子的瞬间，王德子的眼睛就一直盯着，感觉就像在看小猪佩奇。我说陈霄云，你是穷出病了吧？拿几颗塑料珠子来糊弄人？你看那珠子黄黄的，没有一点光泽，明摆这就是塑料厂做的。我服装店里面有大把的，你这珠子是从我店里偷的吧？王德子已经被珠子完全吸引，全然没有理会陈木基说的话。小友可否给我一看？当然。立马将珠子递给王德子。王老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我们村里面的低保户，不可能有好物的。王德子闻了闻，可以看得出来，王德子一脸享受。此时有人走了进来。老王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么陶醉。王德子这才回过神来。我的个乖乖，拿着几个破珠子干嘛？老陈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这珠子散发出来的气味让人神清气爽，有延年益寿的效果。这东西价值至少800万。给我看看。老陈闻了闻，也一脸享受的样子。陈木基见状，立马说道：陈霄云，你在珠子上做了什么马脚？现在穷到想害人。正要准备动手打人，王德子很不悦的开口说道：陈木基，你以后别来找我了，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合作更别提了，我不会和人品有问题的人合作，马上出去。陈木基满脸震惊。难道这东西是真的？这小子哪里搞的宝贝？我不吃不喝的经营，一年也就收入10来万，也算得上是这边的富商了。爹，这怎么可能？王德子看陈木基傻站在那里，保安，保安！立马进来2个彪形大汉，直接将早已呆若木鸡的陈木基带走。小友，这珍珠是否有打算出手啊？要是王老不要的话，我就收下了。老陈，你虽然话说的好听，但你可真的鸡贼呀！老王，我想买了给自己和我婆娘一人做个首饰，我怕哪天就嘎在你前面。罢了罢了，就让给你吧，反正你买了，我也是嘎在你后面。老陈一阵无语，才开口说道：小友，你看就按老王说的800万，我再加80万给你如何？陈霄云内心激动，外表平静的说道：好吧，看您如此喜爱，那便出给您吧。不一会，陈霄云手机到账880万。陈霄云见他们津津有味的研究着珠子，便起身告辞，刚美滋滋的走在街上。哎呀！脚下高跟鞋一崴，一个跟头就栽倒在马路。那个戴头盔的小子拿着包就跑向对面的电动车。打死你个龟孙！朗朗乾坤，竟然敢这般明目张胆！伸手抓出手机，抖手就飞出去，砰的一声，正中那个小子的头。那小子一个跟头摔在地上，陈霄云跟着就飞出去，一声大喝，把那小子吓得爬起来就跑，把手里的包往身后一扔，上了电动车就逃。陈霄云伸手捡起那个包，回头走了回来。那个美女还在马路牙子上坐着呢，捂着脚脖子，都快疼哭了。身边围了不少的人，不过都是看热闹的。陈霄云把手里的包给他，看看里面缺啥没有。这个不重要，能帮我叫救护车吗？我的脚崴了。脚崴了就叫救护车？没听说过，哪有这么娇气的？陈霄云勉为其难的蹲下来，想要给他看看脚脖子，刚伸手一碰，哎呀，疼，别碰！同时，陈霄云脑袋里面居然出现治疗画面，居然连如何扎针都有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古书果然厉害，果然没有枉我每天修炼，不光是可以修炼自身，没想到还可以救人。陈霄云快速回过神，抬眼看他一眼，说道：你看猴子上树了。美女向上看去，陈霄云快速放2滴灵泉水，然后乘机拉着她的脚脖子一扯，这个美女嗷的一声喊就跳起来了，正要骂人，但是感觉脚脖子已经不疼了，不由用正眼看向陈霄云。小伙子，谢谢你了。直接抽出1摞现金，数都不数就递过来。不用，我帮你不是为了这个。陈霄云分开看热闹的人群，走了出去。小子，挺有个性啊，姐喜欢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霄云哥，这几家海鲜店都说要不了这么多的货，我们这可是珍贵鱼种，能卖不少钱，这海鱼我们没办法保存啊。你来县城吧，我现在找酒楼。不一会儿，他们来到帝豪大酒店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是？本来想问是来就餐的吗？他们这个样子就看出他不是了。您找谁？我是来送海鲜的。送海鲜？那你得去后面厨房呀。谢谢，那我去后边。站住！你不能从前面进，从后边绕过去。绕过去？我找不到路呀，你就让我从这里穿过去不就完了？有直线不让我走，非要我绕路干嘛？不行，你这副尊容，我要是让你从大厅穿过去，岂不是影响酒店的形象？人家以为后厨的人都是像你一样一身的海腥味呢。
两人刚准备转身，陈小虎一个转身没站稳，把海鲜桶掉在地上，翻了，里边有几个大青蟹跑出来，满地乱爬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乡巴佬，快点把你的家伙收起来！就在这时，门外走进来一个人，蹲在地上抓螃蟹的陈霄云不用抬头，看脚上的鞋子就认出来了。这不是刚才那个崴了脚的美女吗？一抬头，果然是她。是你，你在这里干嘛？阮总，这个人乱窜，还把海货倒在地上。说了自己是来送海鲜的，但是前门不让走，刚要出去，鱼篓被门撞倒了。美女一听，不由皱眉，看向迎宾美女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帮忙把螃蟹抓回去？是，好的，总经理对这个乡巴佬这么开恩，没有生他气，反而让我帮忙抓螃蟹。立马来回追着螃蟹跑。我叫兰兰，是这家酒店的总经理。看着陈霄云手里的大青蟹，都是个头很大的野生天然货色，绝对不是养殖的那种。野生的口感是养殖青蟹不能比的。你这货要多少钱一斤？兰兰曾经下过话，不收外来的散货，酒店是有专门的海鲜供应商的。今天这小子就这点货，经理就要和他咨询价钱，这是要破例吗？我这个都是野生的，我们今天钓鱼钓的，价钱也不多要，东星斑800一斤，红斑鱼600一斤，大青蟹你能给我50块钱一斤就可以。兰兰不由一乐，价钱倒是不贵，不过你就这一点散货，通常我们是不收的。我这只是带了点样子来卖，如果有销路，我还能提供更多。这小子不错，刚才救了自己不要报酬。这海鲜品质好，价格也低，长期订货肯定生意好。先收了这批试试效果，那你今天的先送后勤那边泡秤吧，你们帮他拿着，送到后边厨房，让后勤部过秤，然后开条，到楼上财会部拿钱。今天算是倒了霉了，还不如刚才让他从这里穿过去厨房了，害得自己也一身海腥味了。不一会儿，陈霄云便收到到账提醒，一共78350元。陈小虎看到后，高兴的嘴巴都合不拢，两人高兴了好一会儿，才驾车离去。停车！你好，同志，你这车不允许载人，罚款50。我载的是我哥，又不是别人，还罚款50。我要是叫我大爷出来，你还倒找我50。拥有神秘灵泉水的我，出海钓鱼却遇见真鲷鱼泉，还罚款50。我要是叫我大爷出来，你还倒找我50。你把你大爷找出来，我看看，看看他到底有多牛，还倒找你50。来，我大爷，找我50。没想到第一次出海钓鱼，居然赚了我1年的工资。你知道我这是什么车吗？你就敢撞？我的个乖乖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你个钓鱼佬，开车不看路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一台车很贵的，还有，我感觉浑身都不硬了。大爷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是我飘了，900万这事就了了，不然你就等着去耗子捡肥皂吧。请相信我的实力，绝对会让你们在里面待到抱孙子。陈霄云从车上跳下来，我的个乖乖，900万给你，老王的孙子你自己抱。霄云哥，不好意思，你赚的钱手都没有捂热，就没了，等我以后有钱了还给你。没事的，以后开车注意点就行了。这下口袋空空了，还好有灵泉水。陈老弟，金枪鱼310斤，62000元，转给你了。挂断电话，思考了一会儿，小伙，明天想办法去租条船，还是海上的资源丰富。嚯哈，家人们，我们又出海钓鱼了，你们也等急了吧？和你们说，今天不报户，我就游着回去。我的个乖乖，好生勇猛，不报户游回去。摄影师是有麒麟病吗？这可是50海里外。摄影师，你看看天上有什么东西在飞？你看，你把牛都吹到天上去了，你真棒。主播报户我还信，摄影师你就洗洗睡吧。可惜我们这小船只能在近海，资源差些。不行，今天得多搞一点鱼，来弥补昨天的损失。陈霄云偷偷往海里倒了一罐灵泉水，在海底一条幼年真鲷鱼闻了闻，这是什么味道？真的让鱼难以拒绝。不行，我还太年轻，没有分辨能力。游到鱼群里面，和鱼群一起游过去。我的个乖乖，霄云哥，你看真鲷群，这灵泉水果然是减脂了。真鲷为近海暖水性底层鱼类，
栖息于近海水深30到150米的岩礁、沙砾及沙泥地质之海区，平时生活于水深150米左右泥沙地底栖生物集中之处。真鲷鱼体色鲜红，鱼肉含有大量的蛋白质，味道特别鲜美，素有海鸡之称。小虎，拿渔网过来，下几网看看。肖云哥，我们不是来钓鱼的吗？干嘛拿渔网啊？陈霄云一脸无语。我说你小子什么时候灵光一下，这鱼群一下子就游过去了，你能钓几条啊？拜托，你这在干嘛？我第一个乖乖，全干上来。很快，两人就开始下网。这网可真沉啊！不一会儿，陈霄云就拉上来一网，里面有10几条真鲷鱼，有好几十斤。真鲷市场上能卖到50多元一斤，很受欢迎。看见他们上鱼，直播间人气飙升，一下子就4000多人在下。这么大的真鲷鱼群，看来他们运气很好啊。切，这算什么运气好？他们遇见东星斑、红斑鱼鱼群，那些鱼连干才舒服呢。主播这都赶得上远海资源好的海域了。肖云哥，那片荔枝林，为什么你接手后绿油油的？我们天天钓鱼，我也没见你去打理过啊。嘿嘿，我灌灵泉水的时候，你当然没见过啊，是吗？那应该是我运气比较好。陈小虎满脸的疑惑，还有你花几十个 W 建鸡舍，那玩意可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啊。你多拉点鱼吧，忘记昨天要去捡肥皂的事情了吗？听得陈小虎一个哆嗦，赶紧下网。今天的鱼太鲜了吧，好像在梦里才能吃到这么鲜的鱼。是啊，这就是极品，我要打包5条给家里面人尝一尝。还有吗？再来1条。我也要，最近压力大，我要吃鱼压压惊。看得一旁的栾兰一脸高兴。果然没有看错，这小子不光是人晾腮，货很晾腮啊！一个厨师急匆匆的跑过来，蓝总，鱼用完了，还有很多客人等着吃鱼，我们怎么办？拥有神秘灵泉水的我，出海钓鱼居然遇到海豚求救。肖云哥，你看，有巨物游过来了，不会是鲨鱼吧？只见巨物快速的向船游过来。家人们，你们看，是一只海豚。海豚在船边，头露出水面，神态中带着一丝急切，不断叫喊。陈霄云蹲了下去。你是想要我们帮你吗？那只海豚竟然点点头。我第一个乖乖，竟然听懂了，这小东西还知道找人帮忙。这海豚智商很高啊！你要我们怎么帮你？只见海豚回了回头，示意陈霄云们跟他走。开船，跟他走，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。陈小虎开着渔船跟上海豚，海豚在前面带路，还不断跃出海面，好让人能看到它。这海豚还会向人求救，666。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竟然找上了主播他们。听说这里发生了海豚向主播求救的事，是真的吗？20多分钟后，海豚停下来，就围着船转圈，不断的叫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什么都没有啊！这是到地方了吗？看海豚的样子，很急切啊！主播，这海豚估计是想让你跟他下海里去。我是海豚馆的饲养员，这海豚是想让你们跟他下海里去。肖云哥，直播间有人说是这海豚想喊我们下海里去。下海里去？不会是有小海豚在水下遇难了，再向主播他们求救吧？估计是了，要不然这只大海豚怎么会这么急躁，向人类求救？可是我们没有潜水设备，也不会潜水啊。我下去吧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肖云哥，海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谁知道这下面有多深？我切，摄影师也太无情了吧，竟然阻止别人去救小海豚。就是，那好歹也是一条生命嘛。楼上的使出，那可是海里，出了事怎么办？人命可比海豚命贵。果然那里都有网络喷子和圣母婊，你们那么圣母，怎么不见你们来救呢？他们只会道德绑架别人，事情落到他们头上的时候，估计怂成狗样。在大海上没有潜水设备，谁敢乱潜入到海底去？没事，我憋气还行，如果我觉得不行的话，我就会返回来。陈霄云一个猛转扎入海里，今天就刚好试一下，看能不能靠山海猪在海底活动。海豚见有人下来，便快速朝海底游去。陈霄云也紧跟在海豚身后，朝海底游去。跟着海豚游了4、5分钟，陈霄云游到海底，便真的看到那只小海豚。大海豚游到那只半大的小海豚身边，急切地围着小海豚转。陈霄云快速游过去，看见一只小海豚被一张半掩埋在海底的烂网给缠住了。那只小海豚看样子已经奄奄一息了，他赶忙上前想将烂网给扯开，但是他发现手根本扯不动。陈霄云快速的往回游，很快就返回了海面上。肖云哥，怎么样了？没事，海底确实有一只小海豚被烂渔网给缠住了，快去拿刀来。又向海底游去，回到海底就看到大海豚急切的用头去拱小海豚。陈霄云游到小海豚旁边，拿刀快速的割破渔网。这小海豚已经不动弹了。大海豚顶着小海豚就快速的朝海面上游去。陈霄云只能紧跟其后返回海面。这几分钟了，怎么还没返回来？主播返回去快有5分钟了吧？一般人在水里可憋不了那么久。大海豚将小海豚顶出了海面。
肖云哥呢？主播呢？主播怎么还不上来？主播可千万别出事了，要不然以后我们看什么？哎，主播真善良，要是就这么嘎了，多可惜呀！陈霄云浮出了海面，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空气。主播活过来了。楼上的，你过分了啊！主播又没死，什么叫主播活过来了？不好意思，说秃噜皮了，是主播还活着。话说主播牛批啊，这一来一回，在水下待了最少10来分钟吧。我滴个乖乖，就修炼了几天，居然能有这效果。很快，他们将小海豚搬到船上，大海豚也跟着跳上了船。主播这是要干嘛？救救小海豚吧，这大海豚好悲伤啊！这怎么救啊？那又不是人，做心脏复苏，人工呼吸就可以。大海豚不断用头去顶小海豚。我来试试。陈霄云身上拥有神秘灵泉水的我，出海钓鱼居然遇到海豚手脚。你看，直播间有人刷大炮。陈霄云趁机将手放到小海豚嘴边，悄悄地喂了3滴灵泉水在小海豚嘴里，然后开始轻轻按压小海豚的心脏。他也没办法，只能学给人做心脏复苏一样，看看能不能将小海豚救回来。5分钟后还是没有什么反应，陈霄云又喂了5滴灵泉在小海豚嘴里，估计就不活了。哎，要是能早一点，估计还能救活。这么可爱的小海豚，就这样翘辫子了吗？有的渔民真的很没有环保意识，破烂的渔网随意扔在海里。看到过很多新闻了，不少海洋生物被迫渔网缠住嘎在海里。这么可爱的小海豚，就这样翘辫子了。大海豚太悲伤了，真可怜。大海豚的叫声凄凉，眼角落泪。大海豚居然哭了。希望能救活啊！继续喂了5滴灵泉水后，陈霄云感受到小海豚的心脏跳动似乎复苏了一些，看来灵泉水的功效起作用了。继续按压了3分钟后，小海豚缓缓地睁开微闭的眼睛。大海豚瞬间高兴地笑了起来，不断用头蹭陈霄云的脚。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看到大海豚笑了？小海豚有眨眼了。不会真的救活了吧？真的假的？不会是故意吸引人眼球吧？要是假的话，那大海豚怎么会突然笑了？就是大海豚不可能见孩子嘎了还笑吧？小海豚似乎帮陈小虎验证他的话，嘴巴微微动了一下。我靠，小海豚的嘴巴动了，真的就回来了。这都能救活，主播牛叉。海豚也能做心脏复苏救活，主播真能。缓了一会后，小海豚用头轻轻地蹭了蹭陈霄云的手掌。好了，回海里去吧。陈霄云将小海豚抱着放入海里，大海豚也自己跳回海里。大海豚和小海豚并没有离去，而是围在船边，深深地跳着。好了，走吧，以后注意别再遇险了。2只海豚好像听懂了，竟然点点头，然后又围绕着渔船游了3圈，才游向远方。此时，陈霄云的电话铃声响起。陈兄弟，还有鱼货吗？很大量的那种，我们要吃你的鱼了，现在就要吃。顾客说再吃不到你的鱼就要把我吃了。我滴个乖乖，喝了灵泉水的鱼果然变好吃了。美女，我现在在海上，正准备下海抓好东西，我得回来之后才能给你送过来，要不然你就让他们吃一顿算了。我看你小子是欠收拾了，发个位置过来，你给我等着。好啊，你来，反正你怎么搞我也不会吃亏。陈霄云发完位置，就一头扎到水里，快速向海底游去。返回海底，游到那片珊瑚礁，礁石上一只巴掌大的鲍鱼依附在礁石上。陈霄云用水果刀撬起第一只巴掌大的鲍鱼。海中鲍鱼难抓，是因为你不知道哪里有。很快，不大的网兜就装满了10几头大鲍鱼。陈霄云只能返回海面，将捞到的鲍鱼送回去，浮出水面，将鲍鱼丢到船上。我滴个乖乖，这么大，一只怕是都有1斤了，妥妥的一头鲍。这么大的鲍鱼，看样子好像是皱纹鲍，野生这么大的，怕是不得2000一个。这在南方很是稀有啊，价格不得更贵。一头鲍鱼抵我1个月工资，我果然是废物一个。主播，我176，我的意，能不能寄2头鲍鱼给我？你怕不是176的口角大汉吧？要鲍鱼干什么？你最好说清楚。2头鲍鱼，这老哥会玩啊！果然是好人有好报啊！这鲍鱼好肥呀！楼上的，你最好说的是这个鲍鱼。就这样，陈霄云来回捞了好几次，游出海面，深呼吸了新鲜空气，把收获丢到船上，然后跳上船。主播牛啊，没有潜水设备，也敢几次潜入海里。难道就我关注到主播小哥哥的体力杠杆的棒吗？你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？矜持懂不懂？57头鲍鱼，每个都有1斤往上。霄云哥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么大的鲍鱼，要是制成鲍鱼干，估计能成3头鲍，价格还得成倍的涨。走吧，
回去钓鱼去吧，在这耽搁了太多时间了。陈小弟弟，是你在姐姐下面吗？两人抬头看去，满脸惊讶。拥有神秘灵泉水的我，没想到酒店为了吃我钓，竟然开直升机追到海上来收渔获。陈小弟弟，我来收鱼了。你船上都是些什么货色？美女，我们船上你想要的都有。蓝丸从直升飞机上下来，看到船上的鲍鱼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陈小弟弟，你这鲍鱼很大啊，真羡慕。这可全是一头皱纹鲍，刚刚在下面抓上来的，全是极品。就算是人工养殖的，想要长这么大，没有3、4年都不可能。这么大的野生鲍鱼，好多年都没看到过了。抬头看向陈霄云说道：“这鲍鱼我全都要了，船上其他的货我也要了。”不一会儿，陈小虎就把活鱼舱的鱼全搬上来，甲板上满满的鱼货。嘿嘿，酒店这下不用担心没鱼吃了，至少可以管1个星期了。陈小弟弟，我也不说什么了，这鲍鱼给你4000一只。虽然这极品鲍鱼难得，但是给的价格太高了，酒店也没什么利润了。不愧是8星级酒店，4000一只，很好。我1个月工资就只能买这么一只是吗？我的妈呀，4000大钱，真吓人！我操，不是说一头鲍上万一只吗？我看到的网上说一头鲍价格几10万呀。陈小虎看了看评论区说道：“美女老板，我听粉丝们说，这种一头鲍要上万一个，这价格。”这位小弟弟，你说的那是制干后的鲍鱼，制干后的一头鲍，那得几10万一个。这样啊，我还以为网上说的是活的一头鲍呢。没问题，美女说了算，嘿嘿。你的真鲷鱼个体蛮大，品质也还不错，我给你60元一斤。陈小弟弟，你来称吧。称好了，一共370斤。没想到看上去也就几10条，居然有300多斤。陈小弟弟，给你算好了，57头鲍鱼，一共是22万8千元，370斤真鲷，一共2万4800元。陈小弟弟，我给你赚了26万。蓝总，你转多了，应该是25啊。没事，陈小弟弟，回去了去我们酒店坐坐。陈霄云满脸疑惑，我麻了，一入26个 W， 震惊我1整年，一天收入抵我3年，果然我就是个有钱人，看得我都想跑去当渔民了，一天收入抵打工1、2年。那些想去当渔民的人，醒醒！你们有渔民出海经验吗？你们有主播这种运气吗？到时候去海里为了鲨鱼。果然，主播是龙王爷家亲戚，出一趟海跟捡钱一样。陈小弟弟，那我先走了，酒店还等着鱼下锅呢。直升飞机脱离鱼堆，霄云哥，渔船空了，我们去钓鱼吧。陈小虎开了渔船，很快就来到之前放鱼，准备钓鱼。霄云哥，后面一直有艘渔船跟着我们。怎么办，霄云哥？估计是直升飞机过来收鱼或被他们看见，想跟在后面捡一杯羹。没事，他们想跟就让他们跟着。大海怎么大，又不是个人的，不会以为跟在身后就能有收获吧？小虎，今天有点晚了，我们先休息，明天开始钓吧。陈小虎满脸疑惑，现在还还早，天都没黑啊。另一条渔船，大哥，他们怎么不下岗？都过去1小时了，继续等着，看看他们想干嘛。很快一晚上就这样过去了。大哥，这都早上了，我有点饿。别吵吵，你看他们开始钓鱼了，我们赶紧下杆。嘿，终于，鱼竿瞬间不长了，蟹里都拉不住，不断飞快飞下。不一会儿，陈霄云将鱼拉了。陈霄云看了看，这是东星斑吗？这是燕尾星斑，看它的尾巴像不像燕子尾巴？这鱼和东星斑很像，但是还是有区别的。这鱼没有东星斑贵，但这么大的应该也能卖到7、800一斤。哇，秦始皇将鱼寄来给我，封你兵马大元帅。哎呀，汉武帝将鱼寄来给我尝尝，封你1品大臣。你这汉武帝不行啊，才1品大臣，楼上秦始皇可是封兵马大元帅呢，你高低也得封个侯爵吧？大哥，他们好像上鱼了，上他的，好好钓你的鱼。好的，大哥。那男子一脸吃瘪，不一会儿，他们船上已经堆了一堆鱼了。霄云哥，你看那2只海豚，是不是我们昨天救的那2只？拥有神秘灵泉水的我，钓鱼意外救下海豚，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回来报恩。我的个乖乖，还真是昨天救的那2只海豚，好有灵性啊！真是这2只海豚，他们来找主播干嘛？嘿，不会是回来报答主播，准备以身相许吧？神尼玛以身相许，这是海豚，不是人。你们怎么找来的？有事吗？大海豚顶了顶陈霄云的手掌，小海豚也挤过来，顶了顶陈霄云的手掌。嘿，你们2个小滑头，悄无声息的各喂了一滴灵泉水。好了，自己去玩吧。不曾想，大海豚竟然摆头示意，让陈霄云跟他走。你是要我们跟你走吗？那大海豚
竟然对着陈笑云点点头。我切，这海豚竟然能听得懂主播说的话，这么神奇吗？厉害了，这不会是穿着海豚皮套的人吧？主播也牛皮，这是会授予吗？开船，跟他去看看，看他喊我去干嘛？我们下的虾龙和蟹龙怎么办？没事，他们要是敢捞的话，就让他们捞，捕到的鱼虾也值不了多少钱。开上渔船，两只海豚在前面带鱼，一路疾驰而去。大哥，他们离开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跟上去？算了，跟啥跟，都跟了一晚上了。领头的那男子最终摇摇头，走，去他们刚才钓鱼的地方，下两网看看能不能捕捞到鱼。老大，我们在这里下了半天了，防具都没一个。妈的，真是撞邪了，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情。陈笑云他们跟着两只海豚来到了10多海里之外，海面上不只有2只海豚，还有其他海豚不时跃出。这是干嘛？带我们来看他们的海豚家族吗？666，这是带回来见家长。神特们见家长，我也是服了，一个老六。哇，这么多海豚，这是干嘛？不对，海面上有一些沙丁鱼跳出来。沙丁鱼跳出海面怎么了？沙丁鱼跳出海面，看样子海下面估计是有海豚和金枪鱼在组队捕猎沙丁鱼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你是说下面有金枪鱼？大海豚嘴里叼了2条沙丁鱼过来给陈笑云。我去，这海豚这么聪明的吗？竟然知道带主播他们来找金枪鱼群。这海豚还懂得报恩，牛批了！我的哥，换单换线，钓一下试试。肖云哥，你钓吧，鱼竿就这个应该耐得住。没事，回去后去买几根好鱼竿备上。海豚，叫你的族群别咬钩，听到了没？大海豚点头，然后潜入海底。OK， 只配合金枪鱼一起游动，却不进食。还是我们厉害，海豚看上去大，实际都是虚胖。鱼们快冲！前面出现大批食物。金枪鱼群快速向食物游过去，突然，毫无防备的陈笑云被拉了一个踉跄。我的个乖乖！陈笑云赶紧使用网竿，下一刻，鱼轮直接作用，鱼线飞快的出现，鱼竿都被拉成了大弯弓，那出现的速度都差点冒火花了。真给力，要大货就是少。二弟，你在干嘛？抽风了吗？我也不想啊，但是感觉有东西在拉我的鼻子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力道应该是金枪鱼没错了。肖云哥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在边上看着就好。嘿，还真是奇怪了，什么东西一直把我往上拽？我的个乖乖，怎么游不动了？二娃子，这个应该是钓鱼佬做的陷阱，你快用力扯，把钓鱼佬的杆子爆掉。我的个乖乖，感觉这杆子要爆掉了，第一次钓的这么难受，空有一身力气不敢用。烦死了！肖云哥，这鱼起码100斤，用力干它，拉起来。这鱼轮不是很好，卸力也不给力，再继续出线，鱼轮上的线都快没有了。我的个乖乖，以前天天空军的我，哪有钱买好鱼竿，也没想到有鱼竿不够用的时候。肖云哥，我买的可是好竿子，你这技术也不行啊。二娃子坚持住啊，被拉上去就要嘎了。这东西很奇怪啊，我好不容易用力拉着跑了一回，结果一眨眼就被拉回来了，感觉我要嘎在这海里了。你哪里会嘎在海里啊，只会被拉上去，起锅烧油。我的个乖乖，快跑啊！拥有神秘灵泉水的我，钓鱼意外救下的海豚，居然带我来钓巨物。我的个乖乖，就用这点力就爆了，这杆子真的是太素了。这塑料货果然扛不住啊！要是知道能上这巨物，不吃不拉我也要买好竿。咦，没反应了。二弟，你有点东西哦。这钓鱼佬也不怎么样啊，我这就重获自由身了。干断鱼线在，继续干它，继续拉着鱼线。肖云哥，你快放手吧，小心手被切。放手，呵呵，看来你还是没有体会到钓鱼佬的快乐。小伙，你让开。走到柱子旁边，哈哈哈！我的个乖乖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回事？完全动不了了。二娃子，看，快吐钩！嘿，这钩子卡得太紧了，完全吐不出来。用油。小伙，你快去开船。肖云哥，你不是说要和这鱼决战到底吗？怎么就要开船走了？真是没点眼力见。陈小虎一脸茫然的走去开船。二娃子，坚持住，你可以的。大哥，我床上枕头下面有私房钱，你记得拿。
足足开了半个多小时，才停下船来。小虎，拿根杆子来。不行啊，我这都不是巨物杆，不能这么霍霍啊。陈霄云拿着鱼竿继续收线，海面上巨大的金枪鱼被拖着游动。我的个乖乖，也不带你们这么折腾鱼的吧？都2个小时了，有这个体力，我回去都要做鱼老大。不一会儿，线被收回来大。家人们，这是黄鳍金枪鱼，你们看，这鱼鳍都是黄色的啊。黄鳍金枪鱼在我国价格不是很高，并没隔壁矮圈角国那么贵，所以价格也就100来块钱一斤。摄影师6，隔壁又多了一个外号。确实，金枪鱼只有在搅拌机才卖得上天价。你们真有缘，100块一斤都还不贵，我们这些打工妹望尘莫及。这上百斤的鱼也能卖到上万块钱了。所以去刺身店吃刺身的人注意了，别什么金枪鱼多贵，在我们国家也就100-200块钱一斤，别跟个大怨种一样，几百块钱一两。陈霄云用力将鱼竿一甩，金枪鱼就飞上了船。300斤的巨物黄鳍金枪鱼拿捏了。哎呦，这皮毛杠杠的哦。蓝总，你昨天拿回来的鱼已经用完了。你告诉我是怎么用的？1个星期的鱼，你1天不到就给我用完了。这批鱼和上次的一样，刚开始就被人抢着点。我们酒店有10几年没有这么火爆的时候了。蓝蓝一脸震惊。蓝总，这么多活，你不给我涨工资，我就不干了。你给我好好干，给你加2个 W， 你给我好好干。果然没看错，这小子就是我的财神爷。陈小弟弟，有鱼吗？我要鱼。好啊，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，我们现在在返航。太好了，我派车来接你，直接来酒店。不一会儿就来到酒店。蓝蓝看到这么多鱼后满脸兴奋。陈小弟弟，给你算好了，103条大红友鱼836斤。我给你41斤，那就是41800元。这金枪鱼处理得很好啊。黄鳍金枪鱼350斤，我给你121斤，那就是4万2。陈小弟弟，我给你转9万元。蓝总，你转多了，应该是8万3000吧？嘿嘿，没事的。陈小弟弟，去我办公室喝茶吧。不了，蓝总，我该回去买装备了。小虎，我们这次装备上吃了大亏，一群金枪鱼就搞了1条，必须好好改进。你们2只小海豚，我们海水不犯海水，都在我们前面，你今天几个意思？擒贼先擒王。肖云哥，海豚要带我们去哪里？这个方向要去的地方根本没有鱼群生活。不一会儿，海豚停了下来，一头扎进海里。看吧，什么都没有，可以返航了吧？忽然，一条飞鱼正好冲上，落在了陈小虎的脸上，被鱼击倒。现在可不是什么都没有。陈小虎站起来看去，满脸惊讶。是飞鱼，而且是大一片飞鱼群。肖云哥，还得是你，不愧是大学生，连海豚都信。陈霄云微微一笑，拿起飞鱼说道：“是燕耳鱼。”飞鱼整体像个支付的梭子，长得很奇特，胸鳍特别发达，像鸟类的翅膀一样。其实飞鱼能飞，倒不是因为有像翅膀的胸鳍，而是靠尾翼。这条燕耳鱼得有40公分吧，还是蓝色的，这该不会是燕耳鱼王？要是生活在渔村的人都知道一个传说，渔民如果捕捉到飞鱼王，数百条飞鱼就会自己飞进渔船里。可是唯一要小心的是，飞鱼如果太多，会把船压坏而沉没。忽然，陈霄云一愣，好像听到了海豚在说话。主人，这个是燕耳鱼王，你们休息会儿，马上就有满船的飞鱼了。我谢谢你，海豚。主人，不客气，我先走了。难道是灵泉水让海豚发生了变化？下一刻，平静的海面传来响声，就像是开水一样沸腾起来。那是飞鱼在用尾部快速拍击水面获得动力，等力量继续完毕，尾部完全出水，于是就会像一把剑一样腾空。一只只飞鱼突破海面，掀起了一道道水花，在空中就把大鳍张开，如同鸟一样的朝着渔船飞过来。一只只飞鱼如同下饺子一样落在渔船上，甲板、船舱、两人的身上，只是几个眨眼的功夫，整艘船已经被飞鱼覆盖。这还没完，飞鱼还在拼了命的往船上飞，他们在追随飞鱼王。他们连忙用手捂着脑袋，陈小虎则是以平生最快的速度打招呼。陈霄云大喊：“看啊，快开船！到我装逼的时候了，看我的极限漂移！”渔船很艰难的掉头，发出了嘎吱作响。飞鱼最长是可以在空中飞翔40多米，这些飞鱼为了陪他们的飞鱼王，可谓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一个个前赴后继，追着渔船往下落。
很快，整艘船上都是飞鱼。突然，一条飞鱼朝陈霄云刺来，他往旁边一躲，却脚下一滑掉下去。他落入水中，但没有完全落下来。飞鱼太多，还在不断的冲出海面，而他好巧不巧，脚踩在2条飞鱼身上，随后整个人站在了水面上。陈小虎看到后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也行？论装逼，还得是霄云哥啊，佩服佩服。站在水面上，看似是巧合，实际上也就是陈霄云才能够办得到。换做其他人，要么掉在海里，要么被飞鱼戳个菊花残。陈霄云看陈小虎又停船来救他，别管我，你先跑，要是船毁了，这些飞鱼就白抓了。陈小虎摇头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你，好兄弟，一辈子要死死一起。刚要潜入洞里，他就看到陈霄云突的在海面上跑了起来，等冲出飞鱼的区域，落入水中后，他又以极快的速度游起来。看冒出来的水花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腿上装了马达，这也太强了吧！陈小虎的视线死死锁定陈霄云，脑袋以很快的速度扭了180度，陈霄云都超过渔船了。霄云哥，等等我啊！我把你当兄弟，你丫的丢下我游得那么快。老渔船在飞鱼死亡式攻击之下落荒而逃。这一人一船就这样在海上你追我赶起来。5个小时后，载着一船的飞鱼，老渔船终于回到了村子的近海海域。真是奇怪了，这蓝美女平时抢着要鱼，今天就像消失了一样。到达码头已经刚把渔船固定好，几个人影跑了过来。冲在最前面的是八叔，看到俩人平安归来，是小虎啊，安全回来就好。饿坏了吧？你爷爷喊你回家吃饭。2个小年轻新手渔民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收获，没准这一趟连油钱都亏了。我就不问渔获了，免得问了2个小年轻尴尬。不对，你们2个为什么笑嘻嘻的？万万没想到，为了神秘灵泉水，居然能与我沟通，还能让飞鱼全都冲上我的渔船，变成我的渔获。小伙子还藏着掖着卖关子，给咱们瞧一瞧。八叔也是关心则乱，没注意到这些，听老伙计这么一说，才仔细打量起渔船。捕到鱼了。陈小虎连忙点头，像是小鸡啄米。捕了一船的飞鱼。什么？八叔等人一脸吃惊。真的假的？你们是怎么捕到的？陈小虎一脸古怪的说道。不是捕到的。八叔一听，顿时怒了。臭小子，拿我们这些老家伙寻开心呢，原来是耍我们呢。就说嘛，咱们这片海域哪还有什么飞鱼？就算有，也很难网到。是飞鱼自己跳上来的，我们抓到了飞鱼网，你们看。说完，他掀开了盖住船上的塑料布。八叔他们在船下就看到那么多的飞鱼，全部惊得傻眼了。有个老渔民猛地抓住陈小虎，声音颤抖地问道：“在哪遇到的飞鱼群？”陈小虎被摇得晃来晃去。小虎，快说说是在哪里发现的飞鱼群，我得让村长表彰你。陈小虎苦笑：“飞鱼群不是我发现的，是霄云哥。我很想装这个逼，可现实不允许啊。”满脸骄傲的八叔笑容一致，合着刚才白夸奖了。他随后看向陈霄云，竖起了大拇指。霄云，可以呀，好几年不下海，这一下海就有这么大的收获，没丢你爸的脸。陈霄云脸上露出笑容，我就是运气好。现在的年轻人咋比我们还会装？霄云，仔细说说咋发现的？陈霄云没藏着掖着，就把捕鱼的过程全部告诉了他们。当然，他与海豚能沟通的事情肯定是不能说的。八叔很是疑惑：“哦，这不科学啊！那片海域怎么会有飞鱼群的？”陈霄云偷笑：“当然不科学，要有这海豚才能找到飞鱼群。”见八叔他们还在震惊中，陈霄云岔开话题问道：“码头怎么一个商贩都看不到？”他们看没有渔船回来都走了，不过明天一早会来。陈霄云表情一松，等明天商贩来收鱼好了。这一船飞鱼少说也有2000斤，按照最高价格卖的话，能卖个3万多块。这一趟出海，油钱才花了小1000，还是倍儿香。阿叔，能按照最高价卖吗？八叔哈哈一笑：“当然能，物以稀为贵。前2天我还听商贩谈论飞鱼呢，你这一船飞鱼，商贩肯定都抢着要。”那就好。看来没有蓝美女也能卖个好价钱。没一会，八叔他们离开码头，各自回家。陈霄云在船上守了一晚。第二天一早，海上潮水退去，趁商贩没来，去海边看看有没有好货可以捡。走到膝盖位置的水深处，不远处的海豚感应到他以后，嗖的一下冲过来。大家都在忙着低头赶海，倒是没人注意。
陈霄云偷偷的给海豚喂了2滴灵泉水。猛然间，陈霄云一惊，自己居然可以看到海里的鱼，揉了揉眼睛，再次看去。突然看到远处礁石处有东西出没，回过神来，又回到了自己的视野。刚刚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？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。突然，海豚的声音传来：“主人，不要惊慌，你刚刚看到的是我的视野，只有礁石滩那边有点渔获。”难道是灵泉水让海豚发生了变化？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嘿嘿。陈霄云大步往礁石滩走去，偶尔发现有海洋垃圾，就会力所能及的捡起。不远处，有年轻渔民看到陈霄云一直弯腰捡东西，还以为是找到了什么海货，急忙凑过来。霄云，不是吧你大清早的跑来这里捡垃圾？听说你昨天出海捕鱼，看起来是受了刺激啊。闲着也是闲着。既然这么闲，那来我家收拾呗，我家垃圾多的是，瓶瓶罐罐的，你拿去还能卖点钱。陈霄云抬起头，冷冷的看了他一眼。我可是好心，那就不劳烦你的好心了。这人叫蔡亚，村里的同龄人，但不算是发小，因为两人关系不好，还很恶劣。原因也简单，因为父辈关系不和，两人也不对付。就在这时，陈霄云注意到，在2个礁石交叠的石洞处，有一道红色光芒一闪而过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东西。他尝试让海豚去看看。蔡亚看他在找什么东西，嘲笑道：“你还在想捡海货？知道现在海货多难捡吗？瞧下你细皮软肉的样子，根本不是捡海货的料。”这时，海豚给了陈霄云反馈：“有货。”万万没想到我的海豚朋友竟然让飞鱼全都冲上你的渔船，变成我的渔获，还帮我赶海找红爪蟹。主人，石头下面有货，是一只红爪蟹。陈霄云脸色一喜，这可是个好东西。他快步走向更远处的大礁石，这只红爪蟹很狡猾，要不是海豚在上面找赶，也不可能找得到。蔡亚一脸诧异的看着他走过去。陈霄云走过去后，小心翼翼的弯腰看去，狰狞的红爪蟹完完全全暴露在他的视野里，2只巨大的螯钳正朝着他挥舞，看起来非常的狰狞骇人。哈哈哈！这只红爪蟹似乎在吓唬他。红爪蟹的一只螯钳夹住旁边的小礁石，伴随着脆响，礁石直接被他夹成2半。陈霄云笑容一滞：“我的个乖乖，这玩意怎么看着有点唬人？万一夹到手，小岛上也没医生给接手指，只要夹断，那就是一辈子。”陈霄云眼睛一亮，有了，立马悄悄给红爪蟹喂了1滴灵泉水。过了一会儿，红爪蟹温和了很多，陈霄云露出灿烂的笑容。这只红爪蟹已经算是步入老年，估计怎么都想不到马上入宁还能尝到如此美味的灵泉水。陈霄云伸手大咧咧地抓住红爪蟹的钳子，猛地往上一转，拎到了面前。好大个，这估计得有10来斤，要是卖的话，少说也能卖几千块。这时，蔡亚大呼小叫地凑过来，我看好大的红爪蟹，见者有份，见者有份。陈霄云不爽，刚才蔡亚对他冷嘲热讽，现在还想占他便宜，猛地转身，夹子向蔡亚的手臂伸过去。蔡亚知道螯钳的厉害，吓得尖叫，连忙甩动手臂，脚下不稳，整个人狼狈地摔进海水里。周围的人纷纷看过来，好奇询问怎么了。陈霄云挥了挥手里的红爪蟹，捡到一只死的红爪蟹，想给蔡亚看一看，没想到他那么胆小，吓坏了。众人惊了，霄云运气真好，好大一只，能卖不少钱啊！没想到亚仔这么胆小，死的红爪蟹还能吓成这样，丢人呀！蔡亚脸色涨红，陈霄云故意吓唬我，大家别告诉我吧。小时候就因为他比不过陈霄云，没少被他霸道。要是今天这事让其知道，肯定要被吊起来打。陈霄云一手拎着红爪蟹，一手拎着垃圾走上岸。蔡亚气坏了，重新站起来。陈霄云，你少嘚瑟，垃圾堆里的死蟹都捡，不怕吃了得病。听到这话，陈霄云猛地回头，海豚，帮我干这家伙。海豚快速冲出水面，上去就是神龙摆尾，扑通一声，蔡亚仰面倒在水里。海豚嘿嘿一笑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大家快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亚仔好像吓尿裤子了。众人纷纷围过来，真的假的？不至于吧？在水里怎么看出来尿裤子？蔡亚声音颤抖地喊道：“我没有。”陈霄云坏笑道：“你说你没有，那你起来走2步。你要是能正常的走路，我就相信你没吓尿。没事走2步。是啊，亚仔，行不行啊？不是吧你，都吓到走不动路了。肯定是吓尿了。”蔡亚欲哭无泪，陈霄云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，我和你没完。看着蔡亚无能狂怒，笑的是更加灿烂。大清早笑得那么荡漾，你干啥了？不是吧，亚仔被你搞得爬不起来了？别这么说，亚仔也是要脸的人。两人高兴的拿着红爪蟹去码头，准备卖掉。陈霄云，谁让你出海捕鱼的？
爸妈不在家，你简直无法无天。陈孝云吓得一哆嗦，是阿姐叶兰。陈孝云扭头看过去，一个30岁左右、穿着朴素的女人，双手叉腰，不施粉黛的秀丽脸庞满是怒容。陈孝云不敢回话，抬腿就跑。36计，走为上计啊！叶兰看他敢跑，更加来火。张军，给我拦住他！你要是拦不住他，我把你腿打断。一个粗壮汉子仿佛从天而降，直接拦在陈孝云面前。阿云王，别让姐夫难做，你也知道你姐的厉害。你是大学生，怎么能当渔民呢？赶紧去大城市里上班。陈孝云看到小外甥女张玉，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。小玉儿，到舅舅这边来。小玉儿听话的跑过来。小舅舅，你流了好多汗呀。陈孝云尴尬一笑。咦，好丑丑的蟹，舅舅快扔掉。萧云，哪来的红爪蟹？早上赶海，好巧抓住一只红爪蟹。陈孝云献宝的说道。阿姐，姐夫，其实我正打算给你送去，让你们补补身体呢。少说这些没用的，送家里来干什么？去码头卖了去，也得卖2、3千块钱呢。别看渔民整天抓鱼捕鱼，可这么贵的海货基本上是不吃的。2、3千块钱有个什么用？其实我出海捕鱼。叶兰顿时翘眉一竖，还敢提出海捕鱼？皮还是仰视吧。张军，给我揍他，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出海捕鱼了。陈孝云把红爪蟹朝他一扔，转身就跑。张军接住红爪蟹，不屑一笑。阿云呀，姐夫我可是下海能捕鱼，上山能打猎，就你还想掏出我的手掌心？我让你先跑一回。张军连忙去追着，陈孝云没影了。是我不行了，还是阿云这小子变强了？过了一会，叶兰牵着张玉走过来。人儿没追上，你不是夸下海口说让阿云先跑的吗？张军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带缝钻进去。陈孝云刚回到码头，大家听我说，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改行了，挺好，用不着出海捕鱼，冒那么大的风险。那老冯我就在这里祝大家未来安安稳稳赚大钱。我们哥几个每次来游钱都这么回来，下次就不来了。老冯他们要是以后不来收获的话，那我们偶尔获得的渔获怎么办？难不成花好几个小时跑到海滨港口去卖吗？等等，先别走，我们有大货，而且还是高品质的好货。老冯等人扭头看向他，真的假的？没想到我第一次赶海就收获10多斤的红爪蟹，只因我通过海豚获得了透视眼，能看清水里万物。我出20一斤。我出25一斤。我出50，卖给我吧。八叔，中午喝了多少啊？是不是没吃花生米？否则不至于变成这样啊。谁喝醉了，老子千杯不醉，好吧？这个比今天我是装定了。我想看看一船的飞鱼长啥样。上一次见一船的飞鱼，还是上一次。不一会儿，来到渔船前面，所有人不禁打了个激灵。真是飞鱼，处理的很好，品质很好，全部都很大，一条小飞鱼都没有。八叔看着被震撼住的老冯等人，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怎么样，老冯？老冯等人齐刷刷的点头。拿下，必须得全部拿下。八哥，你知道我的，我是实在人。以前你的渔获大半都是我收的，今天我也不占你便宜，21斤我全要了。八叔眼睛一亮，这可超出了飞鱼正常的最高价。一般来说，飞鱼也就是15、16块钱一斤。我出22块钱一斤。23。兄弟让我一下，我出24。八哥，咱们之间的关系我也不多废话，25一斤。你应该清楚，这绝对是能出的最高价。八叔哈哈的笑，连连点头。不着急，让鱼再游一回。老冯，你不讲究啊？这么高的价格，根本没什么赚头了。我带你这么玩的，你和八哥关系好，难道我们就差吗？24一斤，就这都不一定有的赚了。老冯他们愿意出高价收购，一是借此打响名声，让大老板看到他们能买到其他商贩买不到的海鱼，而达成独家的深度合作。都好，大家都是好兄弟。他悄咪咪地看向陈霄云，后者微微点头。那就25一斤卖了。飞鱼都已经称重完毕，一共1045斤重，按照25一斤，总共26125元。刘雨蝶走过来，太好了，居然有这么多飞鱼，品质还都挺高，这些我全要了。听到刘雨蝶的话，都愣了。小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些飞鱼我们已经买下来了，你要是想买一点吃，我可以送你几条。大叔，我需要的量很大，这些飞鱼我全都要。你们是收鱼的商贩吧？卖给谁都是卖，那不如直接卖给我。这个飞鱼已经有人订了。刘雨蝶微微皱眉，突然扭头看向八叔，笑着问道：大叔，这些飞鱼你多少钱卖的？
25一斤。刘雨蝶惊呼一声。你别那么惊讶，的确是卖的挺贵。不过你要知道，近1年龙尾岛附近海域的鱼群绝迹，这可是运气爆棚才能打到这一船。别误会，我不是觉得你在坑我，而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呀。你也说物以稀为贵，你卖给商贩是25一斤，要不你卖给我51斤全要了。众人听到顿时惊呆了。老头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感觉白活了。小美女，不带这么抢的啊，我们都要付钱了。你要诚心想买，可以找我们谈。要付钱，那就还没付钱，这交易就算没完成。我现在和你谈不着，也不想和你们谈。这小美女气性真大，不就是拒绝过一次，还记恨上他们了？我倒是想卖给你，可这些鱼不是我的。众人一愣，那是谁的？靓女，是我的。刘雨蝶微看略显惊讶，没想到这一船飞鱼是哥小年轻捕捞到的。靓仔，飞鱼卖给我吧。陈霄云不言不答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先来后到，和冯叔他们已经谈好，这些鱼就算是他们的了。刘雨蝶郁闷极了，这可是好几万块钱的差价，你真不要？要啊，当然要。其实我还有。王明气冲冲的走过来，小子，欲擒故纵玩得很溜，还想再让雨蝶加价是吧？够黑心的啊！刘雨蝶眼神一闪，雨蝶，你不觉得这一船飞鱼很奇怪吗？明明早没了飞鱼，这怎么会出现一船？我怀疑是这些刁民和商贩从别的地方拉来，故意坑你的。刘雨蝶的眼神变得凌厉，这些飞鱼是我昨天捕来的。你说是就是啊，有证据能证明吗？陈霄云眼珠子一转，死的飞鱼无法证明是从龙尾岛海域捕捞上来的，那活的总可以证明吧？他歪头看向刘雨蝶，靓女，活的飞鱼你要不要？刘雨蝶连连点头，要，你还有活的飞鱼。一条条飞鱼在船舱里欢快的游来游去，老冯他们惊叹不已。老八，你不讲究啊，有活的不先亮出来。李八装傻打哈哈，也不说话。这老冯真的狗啊，买鱼的时候八叔八哥的，现在就变成老八了。刘雨蝶看得开心极了，这些我全都要了。靓仔110斤，行吗？你买这么多飞鱼做什么？刘雨蝶把情况简单说了说。陈霄云听到是因为他父亲重病出院大摆宴席，心里不由得有些触动，当即说道：行。一共1225斤，按照100块一斤，这就是122250元。肖英，明天出海吗？我想跟着你出海。说实话，我们都怕出海了，每次出海都亏不少油钱。有海豚在，我就有透视海底万物的能力，只要海里有鱼就能捕上来，我没法打包票的了。不过你们要是愿意跟我出海，只要我有收获，就不会少了你们的。阿言，听村里人说，你昨天出海捕了一船的飞鱼，明天你开咱们家的新渔船，我叫你姐夫陪你去。你敢信？眼前这老六正被一群大爷膜拜。阿云，带我，带我吧。只因他拥有透视，第一次出海就收。扬帆起航。就这样，一艘艘的渔船浩浩荡荡的出海了。哼哼，你就装吧，现在被人捧得越高，就会摔得越惨。陈霄云盘膝坐在甲板上，将意识沉浸到海豚体内。等视线一晃，视线就通过海豚切换到海里。忽然，陈霄云眼睛一亮，在渔船进行方向偏移20度角的位置，发现了一个小型鱼群，是海鲈鱼，大概30多只，都是成年海鲈鱼。下钩啊！这才刚离开龙尾岛，下网会不会太早了点？霄云，别太心急了，我们开远一点再下网吧。是啊，这里不可能有渔获。陈霄云笑了笑，我就试试看，这要是一网全部网起来，少说也能有近万块的收入。陈霄云拿着对讲机，姐夫，你往右边开。李叔，我让你收网，你就开始收，咱们试一手。李叔和另一个帮工耸耸肩，反正是绞网机工作，下就下吧。海豚，把这些小卡拉米全赶过来。海豚收到命令，巨大的身形直接游到海鲈鱼前面，看到海豚的海鲈鱼受到惊吓，试图四散逃亡。这些海鲈鱼就像是被牧羊犬扑倒的羊群，结果全都撞到了拖网上。看到围网将所有海鲈鱼都困住，收网。玩我们呢？这是把我们当成狗，这么着。拖网下海一般都要2-3个小时才会起网。这从下网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15分钟，估计拖网在海里才刚刚打开，现在收网也就能往海水上来。老李按下开关，绞网机开始工作。
老李暗自庆幸，幸好没脑袋一热，跟着陈霄云出来，这太不靠谱了。这不可能有收获，还是拿公司爽啊！混一混500块就到手了。当拖网拉到一半，一直观察的老李突然喊道：“有收获！这一网的收获还不小。”真的假的？小雨运气那么好的吗？凑过来一看，顿时震惊了。只见一条大海鲈鱼挂在刚出海面的拖网上，还在奋力的挣扎。1条、2条、3条，老李激动的数着，最后根本数不过来。等拖网打开，看到另外的帮工还愣着，还傻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干活啊！我靠，好大的海鲈鱼！海鲈鱼是食用价值很高的经济鱼类，极受游钓爱好者喜爱，早些年已经形成了养殖产业。而纯野生的海鲈鱼这么大体型的，价格在60到80斤不等。3人麻利的把海鲈鱼弄到鱼舱里，鱼舱里配备了氧气泵，足够这些海鲈鱼活着坚持到回岛龙围岛码头。老李，这3条怀了肘，放回去吧。陈霄云看着一脸满意，张军忍不住从船舱里走出来，看着鱼舱里活蹦乱跳的海鲈鱼，这么多，霄云的运气简直是没水了。哈哈哈，这才哪到呢？现在才是开胃小菜。他们的对讲机疯狂响起询问声：“出货了吗？”“什么？都是海鲈鱼？”“这是碰上鱼群了。”“妈祖娘娘在上，龙威岛海域又出现鱼群了，太好了。”“霄云，你可真行，这么多海鲈鱼，少说也能买1万把块。”大家的情绪变得高涨，一个个都兴奋起来。陈霄云也很高兴。过了一会，霄云赶快下网吧。等等，8点几，还等什么？这海里没有鱼群，再怎么抓紧也没用嘛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还在海里航行。霄云，有感觉了没有？陈霄云摇摇头。很快，渔船来到了深海区，这里的鱼群明显多了些。海豚在海里穿梭自如，就像是脱缰的野马，在大草原肆意的驰骋。很快，陈霄云就发现了适合捕捞的目标。他拿起对讲机，大家准备一下，可以下网了。霄云，就等你这句话了，这就下网了。所有渔船其实分散得很开，互不影响。陈霄云带着他们来到的这片海域里，鱼群很多，但能不能捕捞上来，只能各凭本事。咱们下网吗？下网吧。他的目标是金鲳鱼群，还是如法炮制。在海豚的帮助下，拖网可以说是满载而出。看着满满当当的拖网从海水里出来，张军和老李等人都看傻眼。又爆网了，一拖一个准，简直是神了。渔船晃得厉害，老李反应迅速，喊道：“快，一起上手，掐包！这一网太重了，不能一操火吊上船，不然不但网具可能要长包，而且因为重心偏移偏杆子，渔船要划个底朝天。”霄云，快过来帮忙！拥有海豚透视眼的我，带着全村人出海捕鱼，全部爆网。是金鲳鱼，又爆网了。陈霄云不敢怠慢，连忙上手。野生金鲳鱼的价格相比较养殖金鲳鱼略高一些，大概就是20到31斤。而决定这个价格浮动的是金鲳鱼身上的鱼鳞，品相越好，价格越贵。忙完以后，众人累得坐在甲板上，美滋滋的抽起烟来。对于渔民来说，这就是大丰收，爽，太爽了！出没者怎么都有2、3千斤？老李他们连连点头称是。按照最低价算，那这网最少就是5万块钱，算上之前的海鲈鱼，2网捞的鱼最少也是6万块。这钱赚得太简单了，一网下去捞的是鱼吗？不是钱，很多很多的钱。对讲机里传来了巴叔激动的喊声：“出水了，出水了！1年了，第一次收获这么大。阿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等回村里，我必须得给你摆一桌。”让长辈请客喝酒，对于他一个晚辈来说，绝对是值得骄傲的事情。大叔，捕了多少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这一网少说也有300斤。就这，至于哭吗？先不聊了，我安慰安慰我吧。又出水了，哈哈哈！少说200斤。我这边给力，得有个500斤。跟着阿云出海果然没错，这一网比一网少，我们不要下网了，留着下次来捕。陈霄云哭笑不得，只有他知道，并不是大家捕捞过度，而是这些金鲳鱼提桶跑路了。他没说什么，应和道：“哈，出发。”3个小时后，在还没有到达之前发现飞鱼的海域，飞鱼群就已经出现在陈霄云的视线里了。大家可以准备下网。陈霄云打算帮大家一把，他操控海豚直接冲进了飞鱼群，把飞鱼吓得够呛。飞鱼群出现骚动，姐夫全速前进，李叔，你们可以收网了。
飞鱼都在浅层区域，拖网彻底展开会到达海底，完全没有必要。在渔船全速前进时，拖网上升就可以将飞鱼一网打尽。在陈霄云的指挥下，张军操控的渔船一头冲进飞鱼群最自己的区域，接下来就跟下饺子一样，海面噼里啪啦的响，鱼群飞起来，然后落入海水里，最后被拖网拦住。康仔经历过一次，很快反应过来，爸，别愣着啊，赶紧迎接飞鱼的到来，要热情啊！陈霄云这边更是次次爆网，2个大鱼舱已经装满飞鱼，最重要的是，除了少数死的，基本上都是活的。巴叔他们乐在其中，无法自拔。随着夜幕降临，大家停手，无比知足。哇，好累！阿云，给叔点个烟，手指头不听使唤了。很快，他们吃完晚饭，惬意的躺着。阿云，我们比比，看看谁钓的鱿鱼多。陈霄云乐呵呵的答应，直接用飞鱼饵猛地抛竿。康仔那边铃声大作，有货出水了。对讲机里传来康仔嘚瑟的大笑声。阿云，我这边钓到一条大鱿鱼，有我半个手臂大小，你可抓点紧，我可不想赢得太容易。怎么没回音啊？阿云不会是生气了吧？不是吧你玩不起？倒不是玩不起，而是发现没有海豚也能够感应到，在抛饵附近有鱿鱼，而在更下方的位置还有条大鱼。是什么大鱼？为什么躲在鱿鱼群的下面？陈霄云正在心里琢磨着，突然竿尖急速摆动，陈霄云连忙持竿向后抱起长竿，正要收线，突然感觉手上一沉，头竿差点脱手而出。什么东西？他钓的鱿鱼被某种大鱼盯上，在鱿鱼上钩的瞬间，大鱼咬住了鱿鱼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杆子只是用来钓鱿鱼，根本承受不住大鱼拖拽的力量。阿云，我又钓上来一条鱿鱼，你该不会到现在还一条没钓上来吧？张军和李叔发现他情况不对，凑过来往海面一看，顿时惊呼了起来。我去，阿云，你好像钓了条大鱼，该不会是金枪鱼吧？陈霄云猛地一震，金枪鱼喜欢的食物之一就是鱿鱼。2次出海捕鱼，他都没捕到什么大型鱼种。金枪鱼最小的也有1米左右，而野生的价格最低也要100块1斤起步，上不封顶。这时，水面翻涌，一条大鱼扑溅起来的水花，把探头往下看的张军和李叔糊了一脸。我看他在泼咱们水。凉西皮成精了吧？他是在报复被钓到吧？姐夫，是金枪鱼吗？刚才那条大鱼是纺锥形，尾鳍是镰刀形，应该没错了。阿云的运气太好了，不得了，逆天呐！那不能让他跑掉。既然咬了我的钩，那就是我的鱼了。想跑，门都没有。阿云，你这杆子好像不行了。陈霄云一脸尴尬。金枪鱼拥有流线型的身形，是海洋里最快的鱼种之一，游动速度可达每小时75千米。它在海洋里全力游动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是非常恐怖的。在叶青的感应中，金枪鱼正在水里急速冲刺，而且还很聪明的不断变动方向，让头竿晃来晃去，增加爆竿的可能性。哎呀，竿断了，线恐怕也很难撑住。这金枪鱼看情况少说也得2米左右。咱们这片海域的金枪鱼主要是黄鳍，这条能是不？是啊，这1年都没见到过了。听说有大老板高价悬赏，北村有人每周出来钓黄鳍金枪鱼，结果大半年还是一无所获，气得直接进场了。啊！海豚。嘿嘿。算了，能钓到金枪鱼就很厉害了。等下次咱们准备专门的工具带来。在海里还想跑，小爷有捕鱼搭子。靠！陈霄云跳海了。阿云该不会是去海里抓金枪鱼了吧？这孩子疯了，这要是出点事可咋办？呸，不许说不吉利的话。阿云一向稳重，值得信赖，他跳到海里肯定有把握。你们告诉我这叫稳重？陈霄云要是出了点啥事，我也不用回家，可以考虑去浪迹天涯，否则回了家也是被他姐给撕了。陈霄云跳到海里，感觉像是回到了老家，很快就游到金枪鱼面前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我咋从来没见过？它为什么一直追着我，还跑这么快？海豚因为吃了我的灵泉水，对于这点撞击毫不在意，而金枪鱼浑身乱颤，随后向海里沉去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幸不辱命，将黄鳍金枪鱼给抓住了。
就没听说过爆肝后还能把金枪鱼抓回来的事情。这可真是离谱！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这金枪鱼得尽快处理，影响了肉质，是没法吃的。八叔他们连忙处理金枪鱼。阿弟，可真有你的，简直是神了，这都能把金枪鱼给抓上来，快称称看有多少斤。这还是放完血，处理好以后，没处理之前估计得有近100公斤。这一条黄鳍金枪鱼最少也得卖个10万块。不止，这可是1年来咱们龙尾岛钓上来的第一条黄鳍金枪鱼，最少也得翻倍卖，20万。有海豚傍身，五湖四海就是我的后花园，以后完全可以专门寻找黄鳍金枪鱼之类的高级鱼货。阿远，你怎么一直没动静？没钓到鱿鱼也没啥，你就大胆说出来，认输就行了。我这边也就钓了17、18条鱿鱼而已啦。陈霄云拿起对讲机说道：“厉害，厉害！我甘拜下风。其实我刚才差点就钓到一条鱿鱼了。”阿远，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，差点就钓到，所以实际上没钓到，不是把你居然一条鱿鱼也没钓到，看起来你的运气用光了。风水轮流转，今年到我家。是啊，运气太差了，好不容易钓到的鱿鱼，还被一条身长1.5米的黄鳍金枪鱼给抢着吃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你居然被一条鱼给截胡了，你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确定是黄鳍金枪鱼吗？确定，确定。阿远，敢抢你的鱿鱼，改天咱们来专门钓它。就等你说这话。那倒是不用了，我一向有仇当场就报。把黄鳍金枪鱼抓上来以后，我左右给了他2个大嘴巴子，挺解气的。陈霄云太坏了，不带这么刺激人的。把黄鳍金枪鱼抓起来，抽了2个大嘴巴子。你抓住黄鳍金枪鱼了？是啊，我实在是太生气，好不容易才钓到一条鱿鱼，这家伙还抢，我一气之下就把他抓住，逼他把鱿鱼吐出来。刺激！不聊了，都是运气而已了，咱俩再比钓鱿鱼。第二天一早，看着四周的浓雾，他吓了一跳，居然起雾了，这下没法继续捕捞，只能返航。本来是打算带领大家继续探索四周海域的，可浓雾的出现，让除了我以外，其他人几乎变成了瞎子。陈霄云让海豚在前面探索，要是有意外情况，也第一时间预警。经过4个小时，渔船回到了近海，随着太阳高悬，浓雾也消散了许多。陈霄云拿出手机，有了2个网络信号，连忙发了个消息给刘雨蝶，就把这些鱼卖给刘雨蝶，谁让他是个小富婆。老冯啊，你记得要开大渔船，我怕你小渔船装不下。这次的收获绝对包你满意，有金枪鱼、海鲈鱼、飞鱼，还有一条1.5米的黄鳍金枪鱼。做好准备，这次采取竞价的形式，价高者得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黄鳍金枪鱼？你们怎么还能捕到这种极品的？八哥、八爷，咱俩这关系，牛逼得卖给我啊！你说什么？喂，信号不好。喂！就在这时，海豚突然传来预警：主任，右前方的乱礁市区有目标。哦。捕过鱼的都知道，虾类是很难通过渔网捕捞的。然而这个捕鱼佬不讲武德，带着海豚去捕鱼。小青龙，小青龙，你们跟我来，这边有吃的，我带你们过去。有吃的，兄弟们去用膳了。哦，我的个乖乖，小青龙。八叔，你们先回去，我来感觉了，去右边瞧瞧。阿英，有大雾，注意安全。浓雾笼罩，海面上他看不清楚，但是靠着海豚带路，可以观察海底来判断前方的情况。片刻后，陈霄云通过海豚的视角，看到了一簇簇美丽多彩的珊瑚礁。陈霄云还发现了一条老虎斑，是石斑鱼里比较常见的一种，但相较于其他鱼类，算是名贵鱼种。老虎斑发现海豚后，溜了。这条老虎斑刘雨蝶一定会很喜欢，等会来抓。姐夫，速度降到最慢，准备下网。来到了乱礁市区的一片空旷地带，海豚发现了一群小青龙，就藏身在此地。他喊道：“李叔，下网！”拖网可以到达海里。只见一只小青龙张牙舞爪。我去，我勒个去！小青龙，居然是小青龙啊！阿弟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小青龙的？小青龙不就是生活在这种地方吗？
话是说的没错，可总觉得哪里没错。我靠卡，还网了一条老虎斑，好大的老虎斑！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老虎斑，一般的龙趸也没这么大吧？这到底是什么运气呀？李叔等人不敢置信。李叔，把有种的拿出来，放回海里去吧。这些小青龙可不能随手扔进鱼塘里，被捆绑起来，否则的话，这些小青龙闲着没事干架鱼丸可就糟糕了。一共108只，阿云这是把梁山好汉都给抓来了。这些小青龙能卖多少钱？一般来说，可以按个卖，这些品相能卖到1只500-600，可是现在不好说了。怎么不好说了？嘿嘿，要么很贵，要么更贵。返航。八哥，快让我们看看收获。看到一鱼仓的金鲳鱼和飞鱼，他们欣喜若狂。好啊，都是好货，品质也太高了吧！飞鱼按照22一斤收，金鲳鱼31斤。还是老冯实在，价格不错。不是还有金枪鱼吗？鱼呢？别藏着掖着，赶紧让我们看看啊！一艘游艇急速而来。等等，我先看看。这咋又来抢了？唉，怎么就一些金鲳鱼和飞鱼啊？靓仔呢？他怎么不在这里？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？他说感觉来了，就一个人单独行动，说不好他啥时候能回来。听到这话的人纷纷倒抽一口冷气。海上升起了大雾，在这种情况下还找鱼群，相当的危险，这不是瞎胡闹吗？阿云飘呀，可别出什么事。他是不是故意的让我等呢？最好有更多的收获。雨蝶姑娘，我们捕上来的金鲳鱼和飞鱼品质很高的，比上次阿云养护的好，你确定不要？大爷，我买鱼是摆席的，这次只想要点好货。这小富婆居然不收飞鱼和金鲳鱼，还想着买到上次的高价呢。很快又是一艘游艇过来。一爹，是不是很意外，很惊喜？你怎么来这里了？当然是来找你的，你别在这里等了，就算那小子回来，也不可能有什么好货。哼，用不着。你就别硬撑了，那些大老板说不来参加你家的宴席，你爸不是都气倒下了吗？为了你爸，你就跟我走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原来是你使坏。我这是帮你，要是我不提醒，等宴席那天飞鱼摆上桌，你家才更丢人。其实你应该谢谢我提前说出去。对，我不想看到你，离我远点。一爹，你最好收回这些话，明天可就要办宴席，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你不可能找不到野生好货。他暗暗焦急。陈霄云，你这小子一定要给力点啊！小玉，爸爸，舅舅回来啦，就在那艘渔船上。好呀，舅舅肯定给我带好吃的，谢谢啦。阿姨，金枪鱼呢？好多年没看到过黄鳍金枪鱼了，快让我们开开眼。别倒着我们，快拿出来吧，我们都等得望眼欲穿了。别着急，我这次收获不少，你们这些闹哄哄的，我都不知道该拿哪的了。当然是先拿金枪鱼啊，八哥说有100多斤，真的假的？真要有，我出20万。这家伙最是鸡贼，第一个报价，想要抢先拿下黄鳍金枪鱼的所属权。第一次报价就20万，那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啊！尤其是老冯他们背后的合作伙伴，万一急需黄鳍金枪鱼，能轻轻松松卖出比市场价高出好几倍的价格。陈霄云见状，立马拿出黄鳍金枪鱼。老冯等人眼睛更是放光。拿下，必须拿下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！我的天，真正的纯野生黄鳍金枪鱼，好大啊！来吧，看看你们能出多少钱。捕过鱼的都知道，虾类是很难通过渔网捕捞的。然而这个捕鱼佬不讲武德，带着海豚去。我的天，真正的纯野生黄鳍金枪鱼，好大啊，品相太好了，我出20万。23万。25万。25万就没人再出价了吗？那我出30万。成交嘛。黄鳍金枪鱼做成生鱼片可是不可多得的一道高档美食，而且还是龙威岛的海货，父亲看到了肯定会很高兴。一顿宴席用不着这么大的黄鳍金枪鱼，多出来的还可以让酒店作为最近的特色菜推出来，这样我还是赚的，相当于是从源头购买，中间没有老冯这些中间商啊。
他下意识抽手，生怕唐突了家人，没拉动。几个意思？难道那个意思？那我是该答应还是该答应呢？还有什么？赶紧拿出来，我全都要。行。小美女，不带你这样的啊！你吃肉也得给我们留点汤啊，太不讲究了。你家摆宴席能用得着这么多海货吗？宴席吃不完，可我家还有酒店啊，海滨大酒店就是我家的。海滨大酒店可是5星级的，我们可是连酒店门都进不去。廖仔，快点的，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。两人的手从握住的那一刻就没松开。快把手放开，故意秀给我看是吧？可恶，可恶！我劝你别眼红了，你根本不是我兄弟的对手。萧云哥徒手下海抓金枪鱼。萧云哥徒手下海抓金枪鱼。你他丫的能不能不提黄鳍金枪鱼？天啦，好多小青龙！陈霄云，你是怎么抓到的？你太牛了啊！你给我的惊喜太大了，我全都要。刺激！无敌是多么寂寞，我兄弟还没正式出手，你就已经输得一败涂地。闭嘴啊你！老冯等人见猎心喜，纷纷凑近了去看。少说也得100来只，这品相都是极品啊，好想要啊！刘雨蝶看到老冯他们还要上手去抓，各位，这些小青龙我已经买下来，你们碰的话，是不是得经过我的同意？我们能摸摸吗？不能。小富婆不当人啊！靓女，咱们价格还没谈呢。呵，一谈钱就翻脸不认人，男人啊男人，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。这话说的哪能呀？这些小青龙，我按照1000块1斤收。多少？这个价格我拿的亏本了。这小富婆会不会看上我了？你要是觉得价格低，我还可以适当的再加点。不用了，咱们也不用称重，那么麻烦了，一口价，1只1000。哈，这小子还是很有原则的嘛。野生老虎斑，你要吗？还有野生老虎斑，廖仔，你还要给我多少惊喜呀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老虎斑。捕过鱼的都知道，虾类是很难通过渔网捕捞的。然而这个捕鱼佬不讲武德，带着海豚去。片刻后，陈霄云拿出老虎斑。这么大，这也太大了吧？是野生老虎斑里的极品呀！我自个吃简直是暴殄天物，这条老虎斑绝对能成为宴席上的压轴菜。你喜欢就好。刘雨蝶哭笑不得。我是比划价格，仆啊，你觉得行吗？陈霄云懵了，这条老虎斑这么值钱，我还以为最多100把块呢。这条老虎斑能长这么大，非常罕见，说是老虎斑王也不为过。有这么个噱头，就值这么多钱，你懂吗？好像懂，又好像懂。那就按你说的结算。还有海鲈鱼你要吗？我可以收。老冯等人叫苦不迭。我说小祖宗啊，别介啊，您家酒店里的采购部门有的是门道拿到海鲈鱼这种大陆货，您就高抬贵手，留点给我们吧。刘雨蝶看他们伏低求饶。行吧，我不计较你们之前拒绝我的事情了，金鲳鱼和飞鱼也都让给你们，你们等会帮我把鱼运到码头，到时候会有人接应的。飞鱼22一斤，金鲳鱼30一斤，海鲈鱼80一斤，飞鱼一共2485斤，共54670元。金鲳鱼一共2315斤，共69450元。海鲈鱼一共180斤，共14400元，合计138520元。刘雨蝶这边，一条金枪鱼，一口价30万；一条老虎斑，一口价5万；100只小青龙，一口价1只1000，一共45万。小青龙陈霄云自己留了8只，打算孝敬姐姐和姐夫。我滴个乖乖，这一趟出海赚了将近60万，等会再去把村里人筹的钱还掉，家里的债务就彻底没了。我去，同样都是一起出海，我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！等众人散去，随即给李叔他们一人转了3000，之前谈的是500，剩下的是奖励，然后给姐夫转了3万，本来是6000。考虑到小姨的学费还没有交，姐夫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聊着海上的事情。叶小姐，你爸爸不愿意留在医院继续治疗，您看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您千万别听我爸妈的。姐，我现在就去医院。黄主任肯定在坑咱们，什么药能上签？
这一天天的，钱就像是扔进了无底洞，我扔海里也能看个水花。明天就找黄主任办手续。刘琴吓了一跳，猛地扭头看去，阿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们，顺便让你们安心看病。家里的债务我已经全还掉了。二老都不敢置信，随即就和他们说起了出海搞钱的故事，听得他们是一愣一愣的。接下来第一阶段治疗1周左右，不能出海捕鱼，就没办法赚钱了。这里面居然有人攻湖，还有人在这夜钓。李教授，好巧啊！巧吗？你不是都已经在后面3个小时了吗？李教授，那边大概50米左右的位置，您往那里抛一竿试试。我靠着感应水底万物的能力，成功让李教授爆获，并发现鲤鱼王。李教授，那边大概50米左右的位置，您要不扔那边试试？这小伙子在旁边看了3个多小时，就按他的意思打一竿吧，反正都空军1晚上了。李教授有节奏的收着线，连30秒都没有，鱼线猛地被拽了一下，竿梢立马被夹弯，中了。终于破军了，感受着鱼竿和鱼线紧绷和抖动的能力，他可以确定这条鱼不小。猛地一抬竿，鱼竿被拉成了半圆形。糟糕，打中了！大鱼很聪明，居然利用自身的重量沉在水底，然后一动不动和李教授僵持了起来。单凭我的力量和鱼竿以及鱼线的吃力程度，根本不可能将大鱼给钓上来，要么主动将鱼饵脱落，要么就是斩断鱼线。这条鱼只能放弃。水底试图打桩的大鱼，好巧不巧就被沉入水中的石头砸了个正着。为了钓我这么不择手段，居然还用石头攻击。大鱼暴跳如雷，无法再保持打桩的姿态。很快，大鱼就被拉到了岸边，是一条黑鱼。陈霄云眼疾手快，抄碗一捞，黑鱼就到手了，得有个6、7斤。恭喜李教授！哈哈哈！同喜同喜，要是没有你，这条黑鱼也钓不上来。这条鱼有你一半。李教授再度下了，又是15分钟过去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眼看着已经凌晨12点半，他这走。小伙子，等等，年轻人眼力好，能不能再帮我看看鱼眼？眼神还多少有些不好意思。陈霄云随手一指，在刚才钓到黑鱼的位置，稍微偏移15度角，距离和刚才差不多。我看那边好像有鱼扑腾，您可以试试。既然李教授愿意听从指挥，那正好学习学习。路亚从抛竿到把鱼钓上来，都需要一定的技巧。大概1分钟后，中了。嘿嘿。片刻后，一条4、5斤的大鲈鱼被拉了上来。再来。我去，居然炸水了！很快，李教授把鱼扯上来，看到鱼饵居然是挂在鲈鱼的身上。嘿嘿，这是发生车祸了。的确很形象，要是海钓可以钓上来名贵鱼种，比开着渔船用网捕鱼赚的可能还要多。好家伙，我有好几年没钓上来米级巨物了。小兄弟，今天多谢了，要不是你指点，我今天怕是得空军到天亮。李教授，您过奖了，我就是随便指了指，还是您厉害，能把这么大的鱼钓上来。哈哈哈，年轻人挺会说话，我们来商业互夸吧。李教授，明天您什么时候来钓鱼？你真打算学钓鱼？我打算跟您学2天，然后出海去钓石斑鱼。你这临时抱佛脚，想要现学现卖海钓太不现实。陈霄云是要给他爸钓鱼补身体。好，你这个学钓鱼的徒弟我收了。等李教授走后，陈霄云蹲在湖边，然后把手放进湖里，在手接触水液后，他的感应能力也增强了一些，可以更加敏锐地感知到湖里鱼类游动轨迹。在湖底有一个特别大的，在感应中比李教授钓上来的米级巨物还要大很多，正在缓慢游动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这个人工湖的鱼王了。我靠着感应水底万物的能力，发现了湖底居然有一条长达2米的巨物。这个渔王估摸着成精了，对鱼饵不为所动，被撩动的受不了，也没有贸然咬饵，反而驱使其他大鱼去咬。去海钓之前，我定要把这条渔王钓上来。
刚才那一瞬间，怎么有种浑身发汗、大祸临头的感觉？是谁在惦记我？巨物缓缓游走，在其身后还跟着7、8条大鱼，就像是巨物的代表侍卫。另一边，刘雨蝶给陈霄云打电话，我家大厨对海货赞不绝口，接下来3天的宴席基本上稳了。那就好，我现在跟别人学路呀，打算过几天出去海钓，到时候给你钓更多极品海货。带我一起，之前说好的一起出海捕鱼，你可得说话算话。好呀，既然你要跟着，那出个钓鱼船不过分吧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有了小富婆，这下子能省下租钓鱼船的钱了。勤俭持家这一块，我算是拿捏住了。此刻李教授的朋友圈已经炸了，今天爆户钓了米级巨物，可算是扬眉吐气一把了。打鬼佬摸了摸地中海，发型冷哼道：骗鬼呢，老李呀老李，看我怎么拆穿你。陈霄云拿着新买的钓具去到人工湖，此时李教授已经在钓鱼了。他走到跟前，看了眼钓箱，是空的，很识趣的没有询问什么，只是打了个招呼。不到5分钟，陈霄云就装好了鱼竿，下竿钓鱼。看到他这么麻利，霄云，你真是第一次玩路亚。就在陈霄云在拉着水里的鱼线时，竿梢猛地一弯，上鱼了。李教授目瞪口呆，这就开光了。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李教授已经来了有小半个小时，结果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看着陈霄云直接爆货，人都麻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李教授看着已经装不下的钓箱，陷入了沉思。这是我带来的钓箱，现在已经装满了鱼，可没有一条鱼是我钓上来的。看着陈霄云干干爆货，羡慕的不行。李教授硬着头皮问道：霄云，你觉得哪边可能有鱼？陈霄云随手一指，50米左右的位置，我觉得应该有鱼。李教授立刻标点下饵，不消5分钟，上鱼破军。不错，是条大鲫鱼。湘云，真有你的。有了陈霄云的指点，李教授也不断上鱼。而此刻，不远处的树丛里，早就来蹲守的打龟了，不光脚蹲麻了，举着手机的手臂也酸了。本来是要揭穿老李保护的猫腻，居然看到老李保护的装逼现场，难受死我了。大龟佬一手拍了，打死了一只蚊子。是谁在那里？大龟佬硬着头皮，满脸尴尬的站了起来。是张教授啊，既然都来了，就一起钓吧。李教授哪能不知道老张的小心思，无非是昨天朋友圈觉得他是吹牛，今天过来躲起来偷拍，想让他晚节不保。张教授此时尴尬的脚趾抠出了3室一厅，虽万个不愿意，可此刻也只能过去。这时候要是离开，那就更丢人。老师，听说这湖里有个鱼王，我想把它钓起来，要怎么搭配鱼线和鱼钩才能钓上来呢？什么？你打算钓鲤鱼王？霄云，虽说你已经出师了，但也别太好高骛远。那条鲤鱼王我也见过一次，少说也得有1.5米，甚至2米，不是你能钓到的。看来之前在湖里发现的鱼王，应该就是鲤鱼王了。老师，我觉得这个目标也不高呀。接下来出海是准备钓10斑鱼，我的目标可是几10斤的巨物呢。要知道这条鲤鱼王在人工湖里称得上是鱼王，可要是放眼海洋，其实真算不上什么。前后很多钓友前来，可足半年时间过去，愣是连咬钩都没咬。这条鲤鱼王可能成精了，根本钓不到。你这新手光环要是能续费，没准真能把鲤鱼王给钓上来。他靠的可不是什么光环，而是灵泉水和海豚搭子。那我续个费试试。呵，年轻人就该有这样的冲劲。我看好你，到时候一定要通知我们哦，让我们再体验一把爆湖的滋味。陈霄云来到湖边，打算先摸一摸鲤鱼王的脸，扫了一圈后，确定四下无人后，便跳进湖里。陈霄云游来游去，和一条鲈鱼比赛，很轻松就把鲈鱼甩在了身后，那条鲈鱼都懵了。什么玩意？长的那个龟孙呀！陈霄云来到了人工湖最深处，这边水草丰富，在湖底犹如一片水草森林。陈霄云轻手轻脚，慢慢的拔开水草，突然和一条正在放哨打瞌睡的金丝鲤鱼对上了眼。这一瞬间，双方都懵逼了。金丝鲤鱼打了个机灵，猛地反应过来，我操，这是什么怪物？看起来不像个好东西。溜了，等我咬人。就在刚刚，我潜入湖底，发现鲤鱼王的行踪。兄弟们，刚刚有个大傻逼侵犯我们的领地，跟我一起去干他。许多金丝鲤鱼从水草里冲出来，疯狂的搅弄泥沙，制造混乱，以此让他失去视线。陈霄云目瞪口呆，难以置信，刚才那条鱼原来不是逃走，而是摇人去了呀。陈霄云悄悄地退走，躲在了一旁，开启感应，
原来这鲤鱼王就藏身在最深处的水草之中，居然时不时的变换位置，相当的鸡贼。可奈何陈霄云是个挂名，鲤鱼王的一举一动都被他察觉了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鲤鱼王发现周边没了动静，缓缓的游了出来。陈霄云不禁感叹道：哇，实在是太漂亮，体型优美，绝对的极品。这要是让一些大富豪看到，绝对会为之疯狂。一般野生的鱼鳞片都不可能太过完好，可这条大红鲤身上的鳞片完美无缺，让他更加吃惊的一幕出现。只见金丝鲤鱼群居然驱赶了一群虾米过来，等虾米靠近，大红鲤随即张嘴吞噬。我靠，怪不得谁都钓不到这条大红鲤，原来它只吃手下驱赶来的食物。真尼玛机智，还好我有灵泉水，这就回去好好做饭准备了。第二天，陈霄云拎着钓具出门了。刘信拦住他，问道：这么早就出去吗？刘信回头看向病床上的陈胜，问道：儿子这是去钓鱼还是去干啥了？不知道，不过我听说儿子有点神，不光自己保护，还指点李教授他们都保护了。今天好像是要钓什么鱼王。真的假的？儿子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？钓上来多少了？还钓上来多少？打了快1个小时的龟了。不可能吧？陈霄云的新手光环失效了。你今天就打算把鲤鱼王钓上来？你要不换个正常点的鱼钩，到时候就算钓不到鲤鱼王，还能钓点小卡拉。不用，我今天只钓鲤鱼王。老师，刚才观察了一圈，这几个钓位不错，扔大概40多米，有可能爆户。也就懒得劝说什么，走到陈霄云指的钓位，原来是要钓鲤鱼王啊！年轻人志向远大。陈霄云此刻精神高度集中，鱼钩上的虾儿不愿意被金丝鲤鱼驱赶向前，要不是他为了几滴灵泉水，虾儿早就被他们嫌弃了。接下来他不需要再做什么调整，只需要静待大红鲤咬钩。突然，鲤鱼王从深处缓缓游上来，随着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陈霄云的心脏狂跳，他有预感这是他唯一钓到大红鲤的机会。就在这时，鱼线被拉扯着剧烈晃动。我靠，这是咬钩了吗？鱼线猛地绷紧，杆梢也压了下去。大红鲤很聪明，他知道自己上钩了，没有惊慌失措的挣扎，然而稳稳的慢慢下沉。小小钓鱼佬敢挑战我的权威，是时候让你知道鲤鱼王2个字怎么写了。大红鲤开始沉底打桩，在他身边，金丝鲤鱼疯狂的游动，试图要把鱼线给撞断。这鱼线粗的吓死鱼，钓鱼佬有备而来啊！可恶！陈霄云这边收紧，大红鲤那边向后拉扯，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个回合，陈霄云额头已经开始冒汗。他相信大红鲤应该更不好受。果不其然，僵持了20分钟后，大红鲤开始剧烈挣扎起来。干！陈霄云脸上露出了喜色，吃瓜群众纷纷围了上来。要是能亲眼看到有人把鲤鱼王钓上来，绝壁能吹一辈子啊！陈霄云为了溜大红鲤，不得不清空线人，可以说相当的凶险，看得所有人都揪心，生怕鱼线被扯断。很快，水面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影，黑影来势汹汹，抱起巨大的水花。我的天啊，是鲤鱼王！我这辈子也没亲眼看到过这么大的鱼，鱼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大红鲤已经被拽得没办法沉下，看起来依然凶猛无比，搅得翻江倒海。然而陈霄云不动如山，犹如定海神针，拽着他一点点的朝岸边而来，便立刻走下湖，双手抱着已经力竭的大红鲤，如同旱地拔葱一般，直接把大红鲤给从湖水里刮了出来。老师，帮忙收鱼！陈霄云连忙朝李教授喊道：陈兄弟，把鲤鱼王卖给我吧，我出50万。凯宾大酒店的黄小胖挤到跟前，满脸堆笑的说道：凯宾大酒店从创建到现在，一直都被海滨大酒店压了一头，老板早就憋了一口气想要翻盘，而这条鲤鱼王就是最完美的契机，必须拿下。陈霄云说道：我有个朋友可能也要。陈霄云给刘雨蝶打了几通电话，都无人接听。黄小胖见状，急忙说道：叶兄弟，你就卖给我吧，100万。既然刘雨蝶联系不上，那就卖给黄小胖也无妨。说道：行，成交。里边，老马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，鲤鱼王已经被凯宾大酒店买下来了。拥有海豚透视眼的我，钓到传说中的鲤鱼王，却阴差阳错卖给了小富婆的对象。刘雨蝶焦急地找到父亲商量：爸，我们酒店跟凯宾大酒店可是几10年的竞争对手，这次他们买走鲤鱼王，对我们是极大的威胁。女儿，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，老爸自会处理。刘雨蝶疑惑地看着父亲。
是已成定局，还能有啥法？陈霄云回到病房，刚才动静挺大，是人工湖那边出什么事了？没啥事，就钓上来一条鲤鱼王。我去，传说中的鲤鱼王被人钓起来了，这得卖不少钱吧？卖了100万。什么？100万？那个人运气也太好了吧，一晚上赚了一套房子钱。你钓到什么了？鲤鱼王啊！刘琴和叶盛惊呆了，不敢相信居然是自己儿子钓的鲤鱼王。老爸老妈，你们淡定，注意身体。你这来陪老爸看病，没想到还能倒赚100万，这钱来的的确比捡的还快。陈霄云挠头嘿嘿笑，这时电话响起，是黄小胖打来电话。霄云哥，听说你们准备出海钓鱼，为了表示感谢，申请邀请你来我们酒店，给你践行。陈霄云不好拒绝。好的。陈霄云带着李教授和张教授他们一起前往了凯宾大酒店。一个年轻人朝陈霄云走过来，隔老远就伸出手。鄙人王爷，是酒店的负责人，陈霄云兄弟，闻名不如见面，果然是一表人才，怪不得能把鲤鱼王钓上来。我应该比你大一些，你喊我野哥就行，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。你来凯宾大酒店就餐，一律免费。陈霄云吓了一跳，这也太自来熟了吧！众所周知，免费的才是最贵的。陈霄云暗自提高警惕，把手从王爷紧握的手里抽出来。王总太客气了，你这么大的阵仗，我消受不起，无功不受禄。哈哈哈！陈兄弟不用推辞，你钓上来的鲤鱼王给凯宾大酒店带来的收益，保守估计有上千万，我才花100万买下来。说实话，我良心难安，我也是真心实意想要和你结交当兄弟的。王野哥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听说你马上要去海钓，肯定是奔着名贵鱼种去的吧？等回来以后可得第一时间联系我，哥哥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陈霄云迟疑，之前答应过刘雨蝶，捕到好货优先卖给他。再说这次海钓，刘雨蝶还跟着。王爷察言观色，主动问道：怎么有难处吗？有点，我答应了一个女孩子，要是钓到好东西得先给她看看，所以很不好意思。他要是不要，我才能联系野哥。王爷还以为陈霄云是追求女孩子，所以才许下这样的承诺，没想到陈兄弟还挺浪漫。行，野哥愿意当你的备胎。他是故意让王爷误会。这时，酒店经理快步走来，侧耳在王爷耳边说着什么，眉头皱了起来，说道：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要处理个小事。陈霄云听到酒店经理说的话，有人刚才出了天价要购买鲤鱼王，他不是故意偷听，有灵泉水的作用，实在是如今耳力惊人。没想到老王头这么快就让他儿子王爷接手酒店，一上手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老王头知道后，估计要笑活好几遍吧。不过还是太年轻，居然还拉拢钓鱼佬，难不成王爷还指望钓鱼佬能再钓上来一个鲤鱼王？陈霄云听到这里，心里有些不舒服。瞧不起钓鱼佬，真惹急了我。钓一个比鲤鱼王价值还高的大货，用鱼尾巴抽你丫的大嘴巴子。老板，你让人花那么多钱买下鲤鱼王，真打算直接吃掉？刘明冷冷一笑，不吃难道留着过年？花几千万买了，结果就吃了。我要吃了一口，吃都舍不得了，一泡是价值好几万的，真的是人傻钱多。王爷把鲤鱼王捧得那么高，所有人都将其当成祥瑞神兽，突然被人买下吃掉，大家会是什么反应？老马沉默2秒钟，会死了吃掉鲤鱼王的人吗？说完，他直勾勾地看着刘明，看我做什么？我吃了也不会对外宣扬是我吃的，但我会传出消息，说王爷明知道有人要买鲤鱼王吃，却还是为了钱卖掉了鲤鱼王。老马倒抽一口冷气，刘明坏笑道：所以我才说王爷太嫩了。酒店负责人身败名裂，被人千夫所指，你觉得这凯宾大酒店还会有人光顾吗？老马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老板果然够毒，不愧是老板，厉害厉害！万一王爷那小子不上钩怎么办？我只是先预定下来，等炒作结束我再买走，王爷没理由拒绝。刘明相当得意，陈霄云暗自心惊，他不知道隔壁雅间里的是谁，可这么算计王爷，应该不是什么好人。如今王爷跟我称兄道弟一片赤诚，于情于理我都该知会他一声。酒店大厅，王爷刚要伸手与对方达成交易，鲤鱼王不能卖。陈霄云走过去，王爷回头看到是陈霄云，有些意外。陈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陈霄云凑到王爷耳边压低声音，把刚刚听到隔壁雅间话说了一遍。王爷脸色大变，他是个聪明人，一下就猜到可能会是谁。王爷来到雅间，坐在上首的人正是刘明。作为和父亲齐名的酒店大亨，两家人当对手已经几十年。王爷当即走过去招呼道：刘叔叔，是你啊，没想到你会来这里就餐，真是蓬荜生辉啊。
刘明一惊，但很快稳住心态，微笑道：小王总，搞出这么大动静，我怎么好不来凑凑热闹？说起来有件事情，正好想请刘叔叔帮忙参谋参谋。有人要花1500万买鲤鱼王，而且还愿意等1个月，你说这人图什么？刘明笑容一僵，这个也许是太喜欢鲤鱼王了吧？我以为这人买了鲤鱼王是为了吃呢，但转念一想，应该不会有傻逼花那么多钱就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吧？刘叔叔，你说是不是？被骂作是傻逼，刘明憋屈的说道：那是。王爷笑了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所以我决定不卖了。为什么不卖了？不卖只是觉得鲤鱼王留在酒店里，能够给我和酒店带来好运。那么完美的计划就这么非常儿戏的泡汤，刘明很不甘心。回到包间，王爷一脸感激的说道：兄弟，你一定是老天爷派来拯救我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估计得被刘明个老东西坑到倾家荡产。这么严重吗？这个刘明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么恶毒算计？滨海大酒店的老板。什么？